幽森林的守护兽。九幽森林的守护兽是嗜血魔域兽，和上古神兽同级别。走，快点！司徒寒一声令下，玉峰他们也快速的御剑飞行，快速的离开。那嗜血玉魔兽竟然紧跟不舍，一直追着他们跑。司徒寒抱着妃子笑，就这么跑了2天2夜。他们已经跑得筋疲力尽了，感觉快没有力气的时候，就吃一枚丹药恢复元气。其余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没有丹药续命，跑不动了，只能停下来。完了，这下完了，跑不动了，只能成为怪兽的食物了，性命只能交代在这九幽森林了。早知道就不应该起什么贪婪之心，来抢什么天才地宝，就应该踏踏实实的修炼，不应该走捷径。丫头，有没有感觉那魔兽是冲着你手里丹药来的？他要的是丹药。丫头，把丹药给本王，你往旁边跑。好，实在不行就把那丹药给他吧，丹药没有了还可以再练。司徒寒深深地看了一眼妃子笑，一个飞身离开了，眨眼间身影就在眼前消失了。原来他是一直拖后腿的那个。第二天给了他1颗后就离开了，还剩下2枚，你收好了。所以那魔兽追着我们跑了几天几夜，就是为了1枚丹药？不应该是这样啊，魔兽什么时候对丹药这么执着了？并且这还只是引灵丹。天才地宝应该过不了几个时辰就会现世了。冰星黑莲100年结果，100年开花，开花不过1、2个时辰就会谢了，然后进入下一个轮回。众人顾不得休息，赶紧朝着发出红光的地方赶。可是没有人敢贸然行事，这种天才地宝的身边都会有一只守护兽。天哪，是血魔域兽的声音，是他在守护天才地宝。有这么强大的守护兽，谁也别想拿到那至宝啊！你听这叫声，是不是明显和几天前不一样？他好像很痛苦。天哪，快看，是九王爷！九王爷竟然朝着那洞口飞过去了，他不怕嗜血魔域兽发狂吗？那可是嗜血魔域兽啊，上古凶兽！完了，即便是九王爷，恐怕也是九死一生啊！你明知道危险，为什么要让九王爷以身涉险呢？他到底是不是你夫君？见过歹毒的女人，没见过你这般歹毒的女人，竟然让九王爷去送死！妃子笑，我真是看错你了，你就不配当九王妃。上官小姐有什么资格指责本王妃？这是想要上赶着给本王妃的夫君做妾吗？想要做妾，也得问问本宫愿不愿意。像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姑娘，本宫见多了，你没机会嫁入九王府，就算是排队也轮不到你。本宫劝你歇了这心思吧。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担心九王爷。是吗？不管上官小姐有没有这心思，本宫夫妇的事情也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插嘴。小九，掌嘴。是，王妃。小九干净利落的直接甩了上官婉儿3个耳光。这只是警告，再敢冒犯王妃，杀无赦。大师兄，你也觉得是婉儿错了吗？嗜血魔域兽那么强大，九王爷去洞里不就是去送死吗？九王妃不但不拦着，还助纣为虐。我只是不想看到生命消逝而已。九王爷死了，圣王朝也会面临战争的危机，到时候肯定会生灵涂炭的。婉儿是为了天下的百姓着想啊。师父，您常常教导弟子们，咱们赤霄宗的弟子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婉儿错了吗？上官婉儿还真是一朵资深白莲花呀，能够颠倒黑白，把黑的说成白的，真是不一般。赤霄宗的宗主和大师兄慕容方熙都没说话，沉默着。王爷王妃的事情轮不到你插嘴，等你成为王府的小妾再来说3道4也不迟。现在少来丢人现眼了，赤霄宗丢不起那个人。师父，你管管二师兄，他怎么能这般诋毁婉儿呢？我可是他小师妹啊！赤霄宗宗主被气得不行，对着上官婉儿就是一顿呵斥，随即又对妃子笑赔不是。丫头，走，随本王去看看。他没死啊！九王爷竟然没有被嗜血魔域兽攻击，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九王爷修为高，一个人去山洞就算了，现在竟然把九王妃也带着去了。九王妃那点修为，
指不定要在山洞丧命呢。也不知道九王爷是怎么想的，即使不喜欢不爱了，休妻就可以了，偏偏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九王妃的生命，这不摆明了把九王妃当成嗜血魔域兽的食物吗？哎，九王爷这也太嗜血，太残忍了吧，竟然能这般的狠心。妃子笑和司徒寒刚到洞穴口，一股极寒之气迎面扑来。也就在这时，司徒寒的手掌轻轻地放在了妃子笑的后背。小丫头，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本王，要不是情况和场地不允许，本王一定会把你就地正法。妃子笑白了一眼司徒寒之后，径直地朝着洞穴深处走了进去。哪知道他们运气这么好，竟然遇到冰心黑莲开花的时候了。盛开的花瓣比花镜和花骨朵更有药用价值。丫头，小心！放心，他不会伤害你，让他给你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很显然，这嗜血魔域兽就是这冰心黑莲的守护神兽。这怎么回事？这个嗜血魔域兽明显不对劲儿，它趴在地上，嘴里还发出痛苦的呜咽声，那样子好像在承受着剧烈的疼痛一般。看样子他是还想要你手里的丹药。是这样吗？你是想要这药瓶里的丹药吗？如果是，你就叫一声。嗜血魔域兽对着妃子笑呜咽了2声，很显然是听懂了妃子笑的意思。丹药可以给你，但是一物换一物，我要这冰心黑莲，可以吗？我们交易。嗜血魔域兽暴力地吼了2声，很显然是不愿意。再加2瓶，3瓶丹药可以吗？这可都是10级丹药，可以强身健体，缓解疼痛。你确定不交换吗？又是一阵疼痛来袭，嗜血魔域兽疼得又发出了痛苦的声音。妃子笑把丹药瓶里的丹药倒出来放在手心，大胆地放在了嗜血魔域兽触手可及的地方。见嗜血魔域兽竟然吃了一枚丹药后，小心翼翼地朝着冰心黑莲走去。妃子笑举动惊人，他就真的同嗜血魔兽做交易了。这怎么会这样？难怪感觉嗜血魔域兽异常的难受，性格也暴躁。原来他竟然在生产，很疼吗？我帮你好不好？如果宝宝再不生出来，他会有危险，你也会有危险的。我给你做手术，你别动行吗？他好像真的听懂了妃子笑话里的意思，呜咽了2声。乖，你再忍忍，我需要2个帮手才能给你把宝宝取出来。你等一下，王爷，麻烦把黄药师和玄宗师带上来一下，我需要他们打下手。好。司徒寒不知道妃子笑要做什么，但是也没多问，直接拧着黄老头和玄宗师的衣领就往洞口飞来。哎妈呀，是魔兽！妈呀，这什么情况这？天哪，小王妃在干什么？不要命了吗？小王妃的胆子怎么这么大，竟然敢靠近嗜血魔域兽，就不怕被生吞了吗？只见小王妃手里拿着丹药，掰开来竟然一点一点的在为嗜血魔域兽吃着，吃的丹药还是10级还魂丹。小王妃这也太舍得，太暴殄天物了吧。玄宗师，把炼制好的麻药拿过来喂给他吃。黄老头，你打下手，快啊！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在妃子笑的威慑力下，2人顾不得害怕，赶紧爬起来，按照小王妃的吩咐忙碌了起来。还不能做到局部麻醉，只能是全身麻醉。此刻由妃子笑主刀，他打下手。可是当妃子笑开始手术，准备用刀子剖开嗜血魔域兽肚子的时候，变故发生了。完了，划不开。丫头，用着匕首，削铁如泥。怎么会这样？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继续，10号手术刀，5号手术刀，棉花止血。嗜血魔域兽肚子里的宝宝不但不像动物，反而是像人类的长相。妃子笑没有时间多想，因为麻药的时间是有效的，他凝神聚气，赶紧用手术刀划开了胎膜，从里面取出小宝宝来。即使在悬崖下面的那些人也听到了这婴儿的啼哭声。哎，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婴儿的哭声啊？山洞里怎么会有婴儿呢？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天生子，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生子。得天生子者得天下，因为天生子与生俱来就拥有神秘的力量。我的天，传说中的天生子竟然真的存在！
天帝的儿子，那神秘的力量是谁都想拥有的。如果得到了这天生子，整个玄月大陆谁敢与之为敌？谁是天生子的对手？而此时，那些玄修像是约好了一样，提着气不约而同地朝着悬崖的洞口飞去。到了洞口，那些玄修还没有看清楚里面的情况，竟然就开始打了起来。洞口直接成为了战场，大家开始互相残杀，谁也别想再迈进洞口一步，仿佛最后的赢家，最后站着活着的那个人就能拥有天生子一样。娘亲抱抱。妃子笑处理好小宝宝的脐带以后，然后把小宝宝递给了黄老头，抱到他妈妈头那里去挨着。好。疼死老夫了！快松口，快点儿！哎呀！就当黄老头条件反射，准备一掌朝着小宝宝劈过去的时候，松口，你乖点。那小宝宝好像能听懂妃子笑的话一般，松开了牙齿，委屈地看着妃子笑。师傅，不好了，麻药过了，他要醒了怎么办？黄老头，快点把孩子放过去。这个时候再为嗜血魔芋兽麻药丹是不可能的了。他睁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小宝宝，知道自己得救了，温顺得很，伸出舌头舔了舔小宝宝。这时妃子笑快捷地把嗜血魔芋兽的伤口缝合了，整个手术就完成了。当妃子笑喂了一枚10级金疮药给嗜血魔芋兽的时候，只见他腹部的伤口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伤口完好如初了。不一会儿，嗜血魔芋兽就恢复了元气，他对着妃子笑又呜咽了几声。娘亲抱抱，怕娘亲。那小宝宝不过刚刚才出生，但是差不多已经有人类宝宝8、9个月那么大了，竟然还能说话，正是惹人喜爱的时候。可是他感觉到嗜血魔芋兽的情绪不对劲儿，所以站在那里没动。娘亲要抱抱，宝宝要抱抱。这确定是魔兽的幼崽，而不是人类的幼崽吗？妃子笑站在那里依旧无动于衷，可是那个小宝宝比妃子笑还执着，嘴里一直念叨着要娘亲抱抱。一开始嗜血魔芋兽的情绪很暴躁，他几乎要断送自己的性命才生产下来的宝宝竟然叫别人娘亲，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把尖刀戳进了胸口，刺疼一样。那一声一声的哀求，一声一声的娘亲，委屈的声音让嗜血魔芋兽这个真正的娘亲动容了，舍不得小宝宝这么委屈。他对着妃子笑又呜咽了几声，像是在祈求。乖，我不是你娘亲，她才是你娘亲，听明白了吗？哇！一声大哭，那声音震耳欲聋，在整个山洞里回荡了起来。那哭声好像是魔音一般，可以穿透耳膜，让人受不了，一瞬间就开始头晕了起来。停！小王妃，快让他停下来！不行了，我头要爆炸了！闭嘴！再哭一声，丢你出去！娘亲，夫君凶宝宝，娘亲宝宝委屈。妃子笑抬头和司徒寒面面相觑。这时一旁的嗜血魔芋兽不满了，呜咽着表示控诉。他是天生子，不是你的儿子，在你身边长不大，会夭折。跟着本王的王妃，他会健康成长，成为一个正常人，所以你没有选择。天生子？什么是天生子？这个小宝宝不是从嗜血魔芋兽肚子里取出来的吗？为什么不是他的宝宝？难道有点像生活的现代那样可以代孕？孕妈妈生出来的孩子不一定是她亲生的，只是借了一个肚子孕育新生命而已，是这样吗？这就让她喜当妈了？要把这孩子带回王府，是吗？司徒寒是一个冷漠的人，怎么会给别人养孩子？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吧？难道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天生子，真的是天生子？不想死的，乖乖把天生子交出来，要不然休想走出这山洞！威胁九王妃和九王爷，这得多大的胆子？是不想活了吗？真是搞笑！都看着在下干什么？难道你们就不想要天生子了？这可是顶级的天才地宝，你们能眼睁睁看着这女子拿走这天才地宝吗？
你们来这九幽森林干什么？看戏呢吗？不为这天才地宝，为了什么呀？就当男子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小宝宝一嘴朝着男子的面部咬了过去。这，我的眼睛，我的鼻子！小宝宝不仅咬掉了男子的鼻子，手指竟然还插进了男子的眼眶里。只是听着那惨叫声，都让人感觉到疼。小心！妃子笑飞身去接住小宝宝，而嗜血魔芋兽一个尾巴就朝着那男人横扫过去。眨眼间，故事落幕了。因为嗜血魔芋兽满含着威压的一砸，山体开始地动山摇了，洞顶的石头开始一块一块的往下掉。不好了，山体滑坡了，快跑！这洞口要被封住了。而这时，冰心黑莲已经完全盛开了，金光在达到鼎盛后慢慢的消失了。要是还不采摘，冰心黑莲就会快速的枯萎。小丫头，你带着他们先出去，我去采雪莲，快一点。好，我在外面等你，活着回来。话音落下，妃子笑抱着小宝宝，带着黄老头和玄宗师快速的离开了洞口。这时山体已经开始摇了起来，大块大块的石头从头顶落下来。当妃子笑抱着小宝宝出去以后，站在地面甚至都可以感觉到摇晃。而那些玄修，死的死，伤的伤，状况惨烈到了极点。在自然灾害的面前，人类很是渺小，即使是玄修也躲不过去。小九，照顾好他，我去就回。小王妃，王妃，主子。在众人诧异又担心的眼神中，妃子笑竟然又折回到了山洞。你来干什么？不是让你先出去的吗？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司徒寒快速地收起了冰心黑莲，来不及多想，司徒寒抱着妃子笑就往洞外飞。走，抱紧我，时间来不及了。眨眼间，整个山体都垮了。王爷，小王妃，完了！把天生子放下，饶你不死！小九抱着小宝贝，玉风玉雷他们把他围成了一个包围圈，保护起来。不过半炷香的时间，小九、玉风他们全部受了伤。赤霄宗宗主狄洪峰趁混乱，一剑朝着小九的胸口刺去。婉儿，抢孩子！是。小九侧了侧身，可还是受了重伤，一口鲜血吐了出来。玉风，孩子。因为赤霄宗人数众多，在抢到天生子以后，一面抵御外敌，一面快速的撤退。玉风他们全部受了伤，却还是提着剑追了过去。就在这时，砰的一声巨响，山石炸开。师父，小九快不行了，伤到肺腑，就不活了。妃子笑蹲下了身子，拿出了金针，就封住了小九胸前的血脉，防止小九再失血过多。只要小九没有咽气，那就还有的救。这边司徒寒直接指挥着嗜血魔芋兽，一个飞身站在了魔芋兽的身上，朝着敌人追了过去。不一会儿，他就追上了玉风他们几个。王爷，你和王妃没死，还活着，真好。没有死，我就知道王爷和王妃命硬，没那么容易就死了。玉风他们全部有不同程度的受伤，空气中满是血腥味。退下，去找小王妃会合。是，王爷。一声令下，玉风他们全部停了下来，开始原路返回，去找小王妃。这时，妃子笑已经处理好了小九的伤口，他身上唯一一枚九转金丹碾成了粉末，喂给了小九。有九转金丹下去，小九想死都没那么容易，想死还得问过妃子笑同意不同意。原本大家以为九王爷和嗜血魔芋兽会去追敌人，把小宝宝抢回来，哪知道一人一兽竟然回来了。就连嗜血魔芋兽这个当娘亲的也丝毫不紧张自己的小宝宝，情绪没有任何的变化。两个人就这么回来了，为什么？没事，不用担心，那臭小子玩累了会自己回来，要不是他自己乐意，这些人根本抢不走他。那赤霄宗的宗主根本不是那臭小子的对手。什么？狄洪峰不是小宝宝的对手？怎么可能？上官婉儿谨遵师父的命令，一路抱着小宝宝狂奔。赤霄宗的其他人把上官婉儿护在了中间，防止其他人来抢这天生子。回喽！快一
耶，赤霄宗，很好，很好。等玉峰他们休息的差不多了，那就是他带着玉峰他们杀上赤霄宗的时候了。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赤霄宗的人都不无辜，一个两个等着他上门寻仇吧。是的，这些狗日的玄修一点不懂江湖道义。九王爷和小王妃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动敢出手。得知九王爷和小王妃被埋在地底下，可能丧命了，一个两个就开始丧心病狂了。是的，这也就算了，利欲熏心。那赤霄宗的人怎么回事啊？当初要不是我们出手，他们早就全部丧命了。还有那什么菲儿，就是一个婊子啊！不，比婊子还要无情无义，想给咱主子做小妾，以为主子遇难之后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这女人真是气死人了都，也恨不得给她一剑穿喉。原本大家以为第二日九王爷就会带着他们杀上赤霄宗，哪知道他们就在原地安顿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一大早，你离开吧，这里不需要你跟着了。嗜血魔域兽一脸懵的看着司徒涵，你要是不想离开也行，那就成为小丫头的契约兽吧，你只有这么一个选择，你愿意吗？不愿意就离开吧。被九王爷这么一套路，嗜血魔域兽心里没有任何的反抗，竟然就愿意成为妃子笑的契约兽了，并且还是主仆契约兽。丫头，你凝聚灵力，注入嗜血魔域兽的眉心试试。好。当妃子笑按照司徒涵所说注入灵力进嗜血魔域兽身体里的时候，他竟然能直接和嗜血魔域兽通话了。主人，嗜血魔域兽和妃子笑契约以后，他的威力直接减半了。小丫头，你让他变小看看，他现在的情况变小应该是没问题的，放心吧，只要你的修为上来了，他的能力就会恢复，甚至可以提升。修炼，必须要修炼。卷，必须要卷了，好好修炼。现在找回小宝宝不是那么着急了，唯一棘手的事情啊，就是处理冰心黑莲了。妃子笑和九王爷一商量，决定留下来。对，就是这个了。尝了一口冰心黑莲的味道，他顿时感觉全身一股麻痹感，四肢有点轻微发麻，这就是身体有反应了。落子红的毒对冰心黑莲有反应，身体发麻就是解毒的过程，这种感觉就对了，这就是他需要的药引子了。这是一个极其漫长费时费力的过程，这一炼制又是3天3夜。这日一大早，众人在一股奇特的香味中醒了过来。成丹了，小王妃的解毒丹炼成了。王爷身上的剧毒总算是可以彻底的解除了。丫头还好吗？靠着我睡吧。妃子笑握着手里的丹药，靠着司徒涵竟然就秒睡了。因为有司徒涵的宠爱，妃子笑就连睡觉也能让侍卫们大动干戈。在一阵地动山摇中，妃子笑突然睁开了眼。怎么回事？嗜血魔域兽突然暴走了，玉峰他们已经在试图制止。走，去看看。当妃子笑和司徒涵飞身过去的时候，嗜血魔域兽直接朝着妃子笑攻击了过来。我们之间的契约是解除了吗？为什么我感应不到？这时嗜血魔域兽又朝着妃子笑攻击了过来，他不攻击任何人，竟然只瞄准了妃子笑攻击。这下妃子笑也怒了，特么的，他自己的契约兽竟然只攻击他，说出去会是一个笑话，生气，太生气了。好，今天他就好好的教训一下这魔兽，让他知道他才是主子。嗜血魔域兽怎么会和他的契约主打了起来呢？契约兽攻击主人会被反噬，这嗜血魔域兽是疯了吗？难道是走火入魔了？司徒涵皱着眉头站在原地，看着妃子笑和嗜血魔域兽缠斗了起来。他心里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嗜血魔域兽在历劫。司徒涵对魔兽历劫不是很了解，他虽然有契约兽，但是几年都不会召唤一次，以至于他的契约魔兽早就离家出走了，在各自的领地混得风生水起，很是佛系的契约主。只见嗜血魔域兽非常痛苦地发出呜咽的声音，像是在哭泣，又像是真的走火入魔了。巨大的头狠狠地朝着地面撞击，即使撞出血洞来，也仿佛不知道疼痛一般。丫头，先用金针控制住他，他在历劫，同时还有死亡契约反噬，撑过去就好了。你是他的主人，可以帮他渡劫。
死亡契约反噬。丫头，赶快制止嗜血魔域兽的自残！飞身就朝嗜血魔域兽而去，直接用金针刺入了嗜血魔域兽的几处穴道。嗜血魔域兽刚刚才停歇了几个呼吸，哪知道那金针治不住，他又狂躁了起来。死亡契约要彻底扼杀了他，快点出手！小丫头，点住嗜血魔域兽的太冲穴，3足里。九王爷二话不说，直接用灵力点了嗜血魔域兽的足底穴、三通穴、涌泉穴。最难是这几处穴道啊，要同时进行。司徒寒没办法，主动打开了和契约兽的联系。这是九王爷第一次召唤契约兽，了解情况后，丫头，用你的血喂到嗜血魔域兽的嘴里。好。妃子笑闻言道了一声好，仿佛丝毫不知道疼一样，直接拿出匕首割了几根手指头。他赶紧走过去，把鲜血滴在了嗜血魔域兽的嘴里。这可是他契约的第一头魔兽，自然舍不得他死。喂，快看，你们快看嗜血魔域兽，他竟然变身了！我去，这什么鬼？这只奇丑无比的嗜血魔域兽，竟然蜕变成这样子了，有点像龙啊！主子，青龙拜见主子。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统称为4大神兽，他们出发回圣王朝。虽然九转奇毒的解药已经炼制出来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妃子笑和司徒寒商量了一下，他们启程回九王府，再服用解药。1个时辰后，所有人面前赫然出现了一艘船，还是一艘可以自动飞翔的飞船。什么？上古青龙竟然心甘情愿地化身为飞行器，载着他们回九王府。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擅闯九王府！既然来了，快下来受死！拜见九王爷、小王妃。司徒寒淡淡地看了一眼那些侍卫，带着妃子笑回了主院。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吩咐王府的佣人赶紧备水，他们要沐浴更衣，备热水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行，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司徒寒二话不说，揽着妃子笑的腰，直接飞身朝着后山而去。温泉？九王要把他带来这个地方，该不会是想洗鸳鸯浴吧？不要！男人果然都是一路货色，都是色狼。即使是高高在上的九王爷，落落凡尘也是一个德行。总算是可以好好洗个澡了，这1个月都没有泡澡，有点难受。王爷，你慢慢洗吧，我先回去了。想跑？可能吗？眨眼间，司徒寒飞身过去捞起他，就直接往温泉里跳，随即压了上去，锁了一个香吻后，司徒寒才放开了妃子笑。丫头，为夫不介意你穿着衣袍泡澡，那就这样吧。该死的，狗男人就是故意的，是逃不掉了。他妈的，狗男人！之前是谁空穴来风传言的？九王爷不近女色，身边没有女人这种生物。九王爷是禁欲系男神，呸！谁传出来的？看我不撕烂他的嘴巴！1个时辰后，妃子笑连诅咒司徒寒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甚至在寻思着，确实应该给司徒寒解毒了。要是这么下去，他会忍不住发飙，直接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终结了，省得来来回回的折腾他，他受不了了。这狗男人不能要了。其实司徒寒比妃子笑还要急切，恨不得下一秒就解毒了，要不然他迟早得憋死。直接就现在吧。丫头，那解毒丹现在能吃吗？我想现在解毒。妃子笑没有力气，躺在温泉旁的石头上，看着水里的男人，点了点头。好，那我现在就吃。在妃子笑的示意下，司徒寒拿出了那枚在九幽森林就炼制好的解毒丹。司徒寒服下解毒丹以后，直接就在温泉里打坐了，不停地运转灵力，想要快速地让解毒丹的药效发挥出来。可是他却催化那颗解毒丹的时候，才发现这解毒丹和其他的丹药不同，如同石头一般坚硬，药效也是一点一点地发挥出来的。想要把全部药效发挥出来，需要漫长的时间。慢慢的打坐解毒吧，没有7天，他休想炼化解毒丹。真以为那九转奇毒是那么好解的？只要解药下去，就能药到病除了。要是真那么好解，九王爷也不会中毒这么多年，只能压制，不能彻底解毒了。
妃子笑转身就离开了。这男人就留在这里吧，最少几日他都不可能离开这温泉。妃子笑回到九王府就饱餐了一顿，只是吩咐了玉峰一声，让他在离温泉1公里的地方守着九王爷，要是发生什么变故了，及时通知他。吃饱喝足以后，妃子笑一头扎进了炼丹楼。从下了飞船开始，黄老头和玄宗师就扎进了炼丹楼，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妃子笑在炼丹楼一忙起来啊，直接就把温泉里解毒的九王爷忘到了九霄云外。而这个时候，温泉里的司徒寒头顶开始冒黑气。小丫头真是心大，玉峰，让人备水。是，王爷。这温泉算是废了，以后也不能用了，只能回到房间沐浴更衣了。今夜他要让这小丫头好看。该死的，这个没心没肺的小丫头。难道又是大小姐惹九王爷生气了？小姐，九王爷来了，他好像在生气。丁姨娘，王爷这个时间不可能在九王府。王爷没来，但是你家小姐饿了，你再不去厨房拿吃的来，你家小姐要饿晕了。这才几天，不过才3天而已，3天司徒寒就把那颗解毒丹炼化解毒了？不可能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司徒寒修为再高，也不可能短短3天的时间就解毒了。难道是没解毒？是失败了吗？妃子笑顾不得掉在地上的琉璃瓶，起身一个大步的朝着司徒寒走了过去，二话不说，直接抓起那双大手就开始把脉。应该是解毒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你有哪里不适吗？身体酸软吗？还是哪里疼？在炼化解毒丹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不对啊，我预计的时间最少也要7日，这才3日怎么就炼化了？不对劲。这个世界没有仪器，要不然他非得给司徒寒做一个全身检查。王爷，你去那边坐一下，我有点不放心，要取你的血来分析，看看毒素是不是真的全部清除了。你等我一下。丫头，走吧，回主院去。随即点了点头，跟着司徒寒去了主院。九王府竟然开始张灯结彩了，看上去比平日里喜庆多了。九王爷这是要娶侧妃？算是吧。咔嚓一声，妃子笑的心一瞬间被爆击，碎了一地。那恭喜王爷了，坐享其人之福。没什么事儿，我先回炼丹楼了。王爷得空了，来一趟炼丹楼抽个血分析一下。要娶侧妃了，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样，渣男都有共同的潜质。这才多久呢，就要娶侧妃了？哼，男人！你放开！你干什么？司徒寒，你放开我！你放开！司徒寒，别逼我动手！小丫头，生气了？放心，这辈子都不会放手的。走吧，带你去看看本王的侧妃。司徒寒竟然直接点了妃子笑的穴道。该死的死男人，他妈的渣男，竟然点我的穴道！该死的！可以，让我去看他娶进门的侧妃。行，不用花钱，不用在视频网站上去看，就可以看到一幅活春宫图。为什么不看呢？看，他一定看得仔仔细细的。不过在这之后，司徒寒的那东西能不能保住，那就不一定了。司徒寒抱着妃子笑，直接朝着主院走去。哼，侧妃。等今晚过后，他会送司徒寒和侧妃一个大大的新婚礼物，一封休书，估计是侧妃最想要的东西。对，他要休夫，休了九王爷，什么带他去皇陵拜见他的母妃，什么弱水3千只取1瓢，那不过是让他放下戒备心，好好的当靶子罢了。哼，男人。拜见王爷王妃，王爷王妃千岁千岁千千岁。平身吧，免礼。先给王妃梳妆换喜服吧，本王去洞房里等着。司徒寒解开了妃子笑的穴道。小丫头，你要乖乖的，为夫在洞房里等着你。他娶侧妃，在洞房里等他干什么？真的要请他在洞房里去观礼？就在妃子笑计划明日怎么灭司徒寒的时候，一个嬷嬷拿着一件喜袍过来。小王妃，王爷说凤冠霞帔太厚重了，怕您不喜欢。这半月前呐，就让绣娘赶制了这喜衣。哎呦，小王妃，您看看，这喜衣合您心意吗？
王爷对小王妃的心意啊，真的让奴婢们羡慕。5天之下，竟然还有九王爷这种好男人。为了给王妃补一个洞房花烛，1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妃子笑整个人愣住了，脑子里还没有转过弯来。任由2个嬷嬷给她穿上了大红色的喜服，给她梳洗打扮上妆，1炷香的时间，妃子笑才从愣神中回过了神来。小王妃这一身打扮真是独特，九王爷眼光独到。就是，九王爷一定是爱惨了小王妃，才会做到这般极致。据说小王妃头上这把凤钗呀，是九王爷亲手打造雕刻的，用了千年梨花木，珍贵无比呢。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啊？对呀，听说了。九王爷以前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地狱修罗，可现在自从娶了小王妃，眼里的冷光消失了。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但是大家都不怎么怕他了。这都是小王妃的功劳。就是。哎呦，天哪！小王妃太美了，小王妃要是去选美啊，必定是圣王朝第1美人。那嬷嬷紧张地看了一眼喜娘。呸！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以后千万别说了。九王爷那么宠王妃，怎么舍得让王妃去参加选美大赛？你这不是找死吗？哎呦，看我这嘴，不过应该没有其他人听到。今晚王爷心情好，不会怪罪的。无语，暗处的侍卫们更是无语到了极点。他们只是隐藏在暗处，而不是不存在。当他们死了吗？不过好在今日是九王爷的大好日子，确实不会生气，更是不会大开杀戒。九王爷和小王妃终于要在今晚修成正果了，九王爷身上的奇毒也终于解开了，真不容易。几个嬷嬷给妃子笑梳妆打扮了一番后，由喜娘扶着她去了房间。喜娘拿了打赏，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房间。也在同一时间，暗处的暗卫朝着4面8方散去了，根本不敢在主院附近逗留。开玩笑，谁敢听九王爷和小王妃的墙角，哪怕是不想活了。丫头，笑，娘子。一个称呼的声音比一个称呼的声音重，情愫越来越浓。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好久了，终于他要如愿以偿了。这一晚原本应该是温馨激情的夜晚，应该是2个人情定终身的夜晚，但是这一晚却成了整个九王府侍卫的噩梦。怎么就来癸水了呢？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一想到司徒寒冲出房间去洗冷水澡的画面，妃子笑脸上满是笑意。这癸水来的真不是时候啊，竟然这么关键的时候来，毁了九王爷的所有兴致。九王爷一个人训练就罢了，偏偏把玉峰他们所有人都抓过来一起训练。是的，怒了，一定要追上九王爷的步伐。要死就一下死好了。玉帝，今晚不是九王爷和小王妃的洞房花烛夜吗？九王爷怎么还有精力操练我们？难道又被王妃赶出洞房了？玉殿看了一眼玉峰这个沙雕，没有说话。他是不敢开口说话。按照今晚这个情形，他要是开口回了玉峰，恐怕就会惹祸上身。妈，你哑巴了？说话呀！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九王爷是不是不行啊？你想想啊，咱们跟着九王爷好些年了，他身边一直没有女人，不近女色，甚至连一个侍妾都没有。你说，他是不是真的不能人道啊？完了，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怕死啊！玉殿和玉雷他们几个不着痕迹地远离了玉峰。过了。大家见九王爷突然停下来，离玉峰更加远了几分。这一刻，这沙雕被孤立了。过来。救谁呢？王爷，您叫谁？属下去给你叫。哼，谁不能人道？九王爷听到了，他竟然听到了。他身边的暗卫就只有玉峰这个沙雕是这种德行，每次都被虐得半死不活的，依旧学不乖。
不说。属下知错了，请王爷责罚。哼，责罚。行。因为一封口无遮拦惹怒了九王爷，整个王府的暗卫全部遭殃了，跟着玉峰一起被惩罚了。以为和玉峰撇清关系就可以了，呵呵，不可能。他们是一个整体，那就一起被罚吧。原本准备过2天去赤霄宗的众人，因为妃子笑癸水一来，拖了差不多1个星期。不过妃子笑一点都不担心小宝宝的处境，因为青龙孕育了小宝宝，到目前为止他还能感知小宝宝，只要小宝宝有危险，他就能第一时间知道。第5日这一晚，妃子笑的癸水总算过去了。这一次九王爷总算是不用喝汤吃到肉了。为了重振夫纲，九王爷动了点小心思，没设置结界，所以昨晚房间里的声音传遍了九王府。九王爷的心里美滋滋的，走路都带风。第2日，玉峰他们看到九王爷的时候，明明九王爷脸上依旧没有表情，可是不知道怎么的，总感觉那眼神艳杀四方，看他们时充满了轻蔑，神气到了极点，终于扬眉吐气了。九王爷眉开眼笑的抱着熟睡的妃子笑上了飞船，目的地就是赤霄宗。九王爷和那贱人来了，真好。小师妹，你快去正殿看看，那小恶魔正在大闹正殿，据说祖师爷的金身都被他给打碎了。什么？祖师爷的金身碎了？完了！上官婉儿拿着戒尺，气冲冲地赶到赤霄宗的正殿。此刻的正殿早已经面目全非，而那小恶魔则坐在主殿的门口的台阶上，吃着那些供奉灵位的糖果，地面上满是瓜子果皮。小恶魔，你等着，等着，打到你屁股开花！而此时坐在台阶上的小宝宝，看上去已经有3、4岁那么大了。这才多久？才过去多少时间啊？最多也才10来天的时间。小宝宝竟然已经长到3、4岁那么大了，这是逆生长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怎么会这样？老妖婆抓不到我！哎呀，小杂种，你给老娘等着，看老娘不打死你！摔，老巫婆摔倒了！上官婉儿爬起来，拿着戒尺飞身就上去，拿着戒尺狠狠地朝着小宝宝砸过去。这一幕刚好被赶过来的妃子笑看到。娘亲，丫头，再看看，上官婉儿不是他的对手。什么？上官婉儿不是小宝宝的对手？怎么可能？小宝宝现在还只是一个宝宝，上官婉儿多少岁了？他是有修为的人，小宝宝怎么可能敌得过他？小杂种，闭嘴！娘亲什么娘亲？谁是你娘亲了？本姑娘还未成亲，怎么可能会是你娘亲？你就是一个小杂种、小畜生，看我不打死你！小宝宝怒了，一个飞身朝着老巫婆攻击了过去。老巫婆，让你打我，让你打我，头发给你拔了！下来，小恶魔，你下来！小恶魔，老娘要杀了你！我的头发！小宝宝，过来，来抱抱。娘亲，抱。带着妃子笑手腕上的手镯紧了紧，不用想，应该是青龙感知到了小宝宝的存在。赤霄宗的人都提着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来一次厮杀。小畜生，老娘要杀了你！动手，一个不留。是王爷。可就当上官婉儿提剑朝小宝宝攻击过来的时候，他一把毒药朝着他扬了过去。脸，我的脸，眼睛，妃子笑，你个贱人，竟然敢对我下毒！你拿命来！
上官婉儿强忍着剧痛，开始更加疯狂地攻击妃子笑和他怀里的小宝宝。不过一炷香的时间，就灭了赤霄宗一大半的人。九王爷就要欺人太甚，我赤霄宗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传言九王爷修为深不可测，今日老夫就讨教讨教，看看九王爷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厉害。狄洪峰满含着地阶巅峰的威压攻击而去。玉雷，是九王爷。当玉雷奉命对上狄洪峰的时候，两个人一来二去，竟然过招了30个回合。哪知道这个时候，狄洪峰剑锋突转，径直地朝着妃子笑的方向攻击而来，速度快，那动作和姿势明显就是事先就有预谋的。慕容芳曦突然从暗处冲出来，不管不顾地挡在了妃子笑的面前。狄洪峰那一双满含着仇恨的杀戮双眼睁得大大的，一脸的不可置信。他嘴角已经开始流血了，生命也定格了，直接断了气。怎么回事？为什么赤霄宗的宗主毙命了？难道是中邪了？那不可能啊，谁也没有动，为什么狄宗主就死了？怎么会这样？小丫头到底用了什么暗器，有这样的效果？青龙幻化出来的暗器，这么厉害吗？丫头，你说呢？你们走吧，他日你们要是想来报仇，可以随时来九王府，不怕死的都可以来。谢九王爷，九王妃不杀之恩。慕容芳曦、端木磊，你俩不得好死！我诅咒你们生生世世！小丫头！就在九王爷开口的瞬间，上官婉儿竟然自爆了。那自爆的威力能瞬间炸毁一座山。司徒寒抱着妃子笑，俯身在地上滚了好几米。刹那间，那些离上官婉儿近的人瞬间被炸飞，粉身碎骨，空气中满是血腥味。也在那一刹那，端木磊和慕容芳曦被炸飞了。天地间再也没有端木磊和慕容芳曦了。自爆是会毁祖宗18代的名声的，直接划掉了上官家的名额。也就是说，100年来上官家的玄修都没有飞升上界的机会。什么？赤霄宗整个师门都没灭了，没有一个活口？赤霄宗确定是赤霄宗吗？赤霄宗那么强大，高手如云，赤霄宗的宗主更是强者中的强者。谁有这么大的本事灭赤霄宗，杀狄洪峰呢？九王爷，因为九王妃的飞船够大，所有人上飞船回九王府都没有问题。但是大多数小宝宝都很黏妃子笑这个娘亲，差不多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几次下来，九王爷终于忍无可忍了，直接把小宝宝从房间里丢了出来。玉峰，带他去找丁姨娘。是，主子。小祖宗，能不能安分点儿？当玉峰伸出手去抓小宝宝的时候，他侧身躲开了。娘亲，我要娘亲！爸爸要和娘亲一起睡。爹爹坏，爹爹抢宝宝的娘亲，爹爹还要亲亲，还要抱抱。爹爹还抱娘亲。小丫头，丫头。娘亲，爹爹坏，爹爹抢娘亲，娘亲是我的。小宝宝因为不懂事，口无遮拦，一边拍门一边控诉着司徒寒的罪行。这小主子完全就是九王爷的克星，让九王爷高高在上的形象直接从神坛跌落了。原来九王爷是这样的九王爷。他每次伸手过去，小主子都能避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抓一个没有修为的小鬼也抓不到呢？小宝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越哭越大声，那样子就好像九王爷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一样。九王爷也就是想和他娘子亲热一下。不生了。一个小混蛋都已经够恼火了，要是再生一个混蛋出来，他和小丫头还怎么过夫妻生活？
该死！司徒寒宠妃子笑，舍不得打，舍不得骂，但是对小宝宝就不一样了。他一个翻身下床榻，打开门，把哭得惨绝人寰的小宝宝抓住。哭！你再给本王哭一个试试！本王打到你屁股开花！娘亲救命啊！娘亲，爹地打小宝宝了，小宝宝疼，好疼啊！屁股开花了。揍小宝宝了？这么乖巧可爱懂事的孩子，司徒寒怎么舍得下手呢？要是把小宝宝打坏了怎么办？王爷，你可以不爱，但是请别伤害。妃子笑一边哄着小宝宝，一边抱着小宝宝去了偏厅。今晚他和小宝宝睡偏厅。王爷既然嫌弃小宝宝吵，那王爷一个人睡吧，我们就不吵王爷了。司徒寒那张脸明显的冰冷了，暗自下了一个决定，不管妃子笑同意不同意，他要把这个小混蛋送出去，免得碍眼。该死！司徒寒转身进了书房里。不一会儿，九王爷拿着一封信递给了玉峰。连夜送进宫。是，王爷。玉峰拿到信件，跑得比兔子还快，身后像是有9匹饿狼在追赶他，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咬伤一样。把信件送出去以后，九王爷转身进了房间。此时，司徒寒在床榻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小丫头不在身边，他竟然没有任何的睡意，一点都不习惯。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一道黑影悄悄地潜入了妃子笑和小宝宝睡的偏殿。司徒寒刚刚出现在屋檐下，妃子笑就惊醒了，估计那是野猫爬墙了。他走进房间，第一件事就是点了小宝宝的穴道，对，点睡穴。天塌下来，小宝宝也不会惊醒。娘子，司徒寒真是……九王爷正是对妃子笑食髓知味的时候，即使他什么都不做，就是他致命的诱惑。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让九王爷把持不住。什么不近女色，什么引以为傲的自制力，通通都没用。第二天一大早，妃子笑还在补觉，特么的，司徒寒这个狗男人，竟然天亮了才让他睡觉。他真的想要杀人。当九王爷的王妃真的太费人了。就在昨晚，妃子笑实在支持不住了，累得眼皮在打架，吼了一声，让司徒寒去找通房丫鬟。这句话说出口，就没有收回的余地了，换来的是司徒寒更凶残的动作。在一炷香之前，妃子笑打死都不愿意相信，在这种事情上，他竟然会哭着求饶。可是，这真的发生了，他就是哭着求饶了。九王爷带着穿戴整齐的小宝宝进宫了。进宫的路上，九王爷给小宝宝取了一个名字，叫司徒欧阳。欧阳，妃子笑娘亲的姓氏，这名字别有用意。九皇叔，你来了。九王爷在七皇子那里坐了一盏茶的时间，就把小宝宝留下后离开了。七皇子成了小宝宝的太傅，一个病入膏肓却又博览群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太傅。九王爷前脚一走，他就露出了小恶魔的本质。小宝宝的智商很高，知道司徒云是他的太傅，他要被留在紫竹院，哭得惨绝人寰。要娘亲，宝宝要娘亲，宝宝要回王府。小宝宝一哭二闹三上吊，硬是把老夫人的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司徒云并不理会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管小宝宝怎么折腾，他都不理会，不教训也不生气，那态度是彻底的把他无视了。一怒之下，竟然把整个紫竹院的竹子全部砍了。这世外桃源彻底变了样。可即使这样，司徒云甚至一声都没有吭。即使小宝宝要出紫竹院，他也没有阻止。当妃子笑睡饱了，养精蓄锐以后，出了房间。小宝宝呢？妃子笑在九王府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小宝宝，这可把他吓坏了。小宝宝难道出意外了，被人掳走了？不应该啊！九王府固若汤池，简直就是铜墙铁壁。
就算是超级强者，悄无声息地带走小宝宝，暗处还有玉峰他们。司徒涵，小宝宝呢？你是不是把小宝宝藏起来了？你把小宝宝还给我。那啥，你们继续啊，我走了。妃子笑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九王妃也太没有规矩了吧！竟然这么直接闯进九王爷的书房，难道就不怕九王爷怪罪吗？这可是九王爷呀，比地狱修罗还要可怕，堪称活阎王的九王爷。九王妃这是不怕死吗？哎呀，完了，这下完了！九王妃怒闯书房，直接惹怒了这活阎王了。继续。那鼠疫，皇上派何人前去？翻篇了，竟然就这么翻篇了！九王爷丝毫不追究九王妃不识大体闯书房的事儿。妃子笑从九王爷的书房出来，就叫了小九。小九是他的暗卫，一直都守在暗处，应该知道小宝宝的去处。送去哪里了？知道吗？伴随着小九摇头，他找到了玉峰，这才隐约猜到了小宝宝的去向。这是送进了宫，还是送去念书了？于是妃子笑回到房间换了宫装，直接带着小九进宫了。告诉小王妃，让她去紫竹院，小世子在七皇子那儿。是王爷。妃子笑直接坐九王爷的马车进宫了，而赶车的就是九王爷身边的侍卫玉雷。什么？那贱人进宫了？他进宫来干什么？不会是来找本宫秋后算账的吧？来人，宣太医，本宫病了，闭门谢客。是。妃子笑这一进宫，整个后宫的娘娘病了一大半，宣太医的宣太医，闭门谢客的谢客，整个后宫安静到了极点。大胆！哪里来的野孩子，居然敢擅闯皇宫！来人，把他给本皇子丢进池塘里喂鱼。我有爹娘，我娘亲叫妃子笑，爹叫司徒涵，你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你原来就是小贱人的儿子，那就是小贱种。给本皇子把小贱人生的小贱种丢进池塘喂鱼去。是七皇子。那些奴才竟然真的走过来，想要抓小宝宝，把他丢进池塘。这可是17皇子，燕贵妃娘娘和皇上所出，皇宫最小的小皇子，就连皇太后都宠着17皇子，自然要在后宫横行了。敢骂我娘亲小贱人，找死！侍卫们见这情况，手里的剑朝着小宝宝的后背刺了过去。放肆！谁敢伤本宫儿子？妃子笑眨眼间就把那几个行刺小宝宝的侍卫撂倒了。刺客！有刺客呀！刺客要行刺17皇子，快来救驾！17皇子的哭声夹杂着丫鬟叫喊的声音，把皇宫大部分的侍卫都引了过来。侍卫统领更是带着一队大内侍卫赶了过来。娘亲，娘亲，怕他们欺负小宝，骂小宝是野种。李统领，这个小贱种袭击本皇子，拿下！本宫要把他们2个人打入天牢，大刑伺候。这是什么情况啊？17皇子怎么会招惹九王妃这祖宗？九王妃吉祥，17皇子，微臣先带您去看御医吧。走吧。放肆！你敢抗旨不遵吗？本皇子让你把这小贱人和贱种拿下，本皇子要把他们打入天牢，你听不懂吗？需要本皇子母妃来给你重述一遍吗？小贱人，小贱种。小宝，你等娘亲一下。好，小宝宝乖乖的等娘亲。小宝宝只有在妃子笑身边，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朋友，很听话，很乖巧。妃子笑二话不说，直接给了17皇子几个耳光。你母妃和父皇教不好你，本宫来教。道歉，给本宫儿子道歉。该死的，这个小贱人竟然敢打我，是不想活了吗？行，李统领不收拾这小贱人，我自己来。只见一个小身影拔出身上的佩剑，朝着妃子笑攻击了过去。可妃子笑还没出手，小宝宝就冲了上来。动我娘亲，找死！打死你，小宝打死你！
小宝宝本来就是天生子，生来身体里就有神秘的力量。17皇子哪里是小宝宝的对手？小宝宝也不拿武器，就用拳头揍17皇子。司徒超手里的剑像是摆设一样，根本没有任何发挥的余地，被小宝宝打得满地找牙。欺负我娘亲，骂我娘亲，我让你骂，让你动手，打死你，打得你娘亲也不认识你。妃子笑，你竟然敢欺负本宫儿子，你好大的胆子呀！以为有九王爷撑腰，本宫就不敢把你怎么样？妃子笑，你个小贱人，害了本宫大儿子不说，现在竟然还要来残害本宫的小儿子，你真是一个心思歹毒的女人！来人，把妃子笑给本宫拿下！妃子笑残害皇上子嗣，理应打入天牢治罪。如果换成其他人，李统领和他们属下早已经将其拿下了，但是这个人是九王妃妃子笑，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再说了，没人知道李统领其实是九王爷的人。王言，给本宫把妃子笑这个小贱人拿下，出事了本宫担着。是，贵妃娘娘。这个王言是殷贵妃身边的侍卫，据说是她娘家派来皇宫保护她安危的，修为深不可测，甚至比大内侍卫李统领的修为还高。他直接朝着妃子笑攻击而来，准备把妃子笑拿下。就当妃子笑准备出手的时候，玉雷直接出手了，正面和王言刚了起来。燕贵妃也看出来王言处于下风，败下阵来是迟早的事情。小贱人，拿命来！我来。妃子笑一掌朝着燕贵妃对了过去，掌对掌。这一掌，妃子笑和燕贵妃同时退后了几米，两人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诧异。小贱人竟然有修为！皇宫选秀的时候不是要求没有修为吗？那殷家还真是卧虎藏龙啊，其心可诛。这时皇帝司徒义和九王爷也分别得到了消息，往这边赶了过来。让小丫头玩尽兴，别一招毙命，就不好玩了。怎么回事啊？殷贵妃怎么回事？我是告诉过她，看到妃子笑别招惹吗？蠢货！王妃哀家这么疼她，竟然是个没脑子的货色。就她这脑子，拿什么和殷氏抗衡？太后，那现在怎么办？要去救殷贵妃吗？保不住了，皇上不会保婴儿了，她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去，拿笔来，哀家要写一封家书，你马上找人给哀家送出宫去。是，皇太后。燕贵妃之所以能成为贵妃，那是因为她身后有皇太后，而皇太后的娘家就是燕家。而此时燕贵妃已经被妃子笑戏耍的恼羞成怒了，不管不顾，没有任何章法的攻击。妃子笑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简直就是对燕贵妃的羞辱。她明明可以速战速决，直接拿下燕贵妃，但是她却没有，而是慢慢的戏耍着燕贵妃。那不紧不慢、漫不经心的态度，让人恨得牙痒痒的，真的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皇上司徒义赶到了现场，不知道什么时候，燕贵妃的手上多了一把寸长的匕首。就在燕贵妃拿着匕首刺下来的时候，妃子笑不但没有闪躲，反而迎了上去，匕首刺了进去，鲜血四溅。小王妃，妃子笑一掌打在了燕贵妃的胸口，她飞了出去，重重地落在了地上。燕贵妃落地以后，竟然被皇上司徒义下令抓了起来。侍卫统领李统领赶紧上去钳制住燕贵妃，生怕她再伤害小王妃。完了，这下完犊子了！司徒涵怎么来了？他不是在王府书房和大臣商量什么国家大事吗？怎么转眼就进宫了？金疮药呢？拿了。暗处的小九把金疮药递过来，司徒涵接过了金疮药，一言不发的给伤口上药。娘亲，呼呼，小宝给娘亲呼呼就不疼了。父皇，这贱人欺负超超和母妃，父皇抓错人了，应该抓那个小贱人和小杂种，而不是
母妃啊！父皇，把他们抓下去砍头，他们欺负朝朝。小贱人，小杂种！儿呢？待17皇子回宫，没朕的允许，不能外出一步。殷贵妃行刺9王妃，打入天牢，择日问斩。问斩？怎么可能？不可能！皇上，你要治臣妾死罪吗？您难道一点不念及臣妾对您的情分吗？皇上转过头，没有看殷贵妃，一腔的怒火。蠢货，这个时候不知道求饶认错也就算了，竟然还讲什么情分。聪明点的女人，这个时候应该求9王妃原谅。押入天牢。皇上，您这么怕9王爷吗？普天之下没有比你更窝囊的皇上了。你和傀儡有什么区别？您还不如直接让位给9王爷算了。昏君简直就是昏君，就算是95之尊又怎样？空有其名而已。皇上怒气横秋，拔出李统领的佩剑，朝着殷贵妃的胸口刺了过去。母妃，你不要死！母妃，你不要丢下朝朝！母妃！殷贵妃已经当场毙命了，任由17皇子怎么叫，她没有半点反应。是你害了我母妃，是你让父皇杀了母妃，你是凶手，我要杀了你！17皇子撇开了殷贵妃的手，一头朝着妃子笑撞了过去。不过毕竟是几岁的孩子，在皇宫守卫军面前哪里敢造次，跑了几步就被侍卫统领捉住了。快带下去，把17皇子交给皇后，让她严加管教。是，皇上。殷贵妃娘娘不是皇帝司徒懿的宠妃吗？难怪9王爷隐忍多年，明知道皇宫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她下毒，她依旧不动声色。明知道9王府被皇上安插了眼线，她依旧从容应对。其实这应该是一场无声的较量吧。老9啊，难得来趟皇宫，陪朕小酌一杯，弟妹一起去御书房，臣弟陪皇兄好好的喝一杯，正好谈一谈属意的事。走吧，朕也有此意。皇上的意思是让妃子笑一起去，不过被司徒涵拒绝了。他先让妃子笑和小宝宝去找7皇子司徒云，然后再去御书房找皇上。该死的，当初就应该在襁褓中弄死那个小杂种，现在让他成长起来了，竟然成为了皇儿的心头大患。母后，你进来吧。母后，朕要把司徒涵五马分尸，碎尸万段，才解恨。该死的小贱种，本来就应该是白骨一具了，现在竟然还将皇儿搞得愁眉苦脸的。好，母后帮你，让那个小贱种死无葬身之地。皇上息怒，气坏了身子骨划不来。皇太后走到皇帝的身边，轻轻地把他揽入怀中，就好像小时候安抚怀中的孩子一样，安抚着司徒懿。母后，朕没想杀银儿，银儿是朕最宠爱的妃子，朕怎么舍得杀她？是朕逼不得已呀，必须要给妃子笑和老9一个交代。母后，老9手里有先皇的遗诏，想让朕在皇位上坐多久，朕就只能坐多久。母后啊，是朕不孝，朕不孝啊！皇儿放心，这件事儿母后来处理。你放心吧，要是母后不在了，记得一定要好好治理圣王朝的江山。母后，母后，你要做什么？你不是司徒涵的对手，你别做傻事。朕当不当皇帝没有关系，只要母后陪在朕身边就可以了呀。皇儿，你是一个好皇帝，记住，好男儿志在四方，
母后想看着你一统天下。皇太后来得快，去得也快。皇太后走远了。是皇上，让人来把御书房收拾了，再派人注意皇太后的动向，如果有需要，助皇太后一臂之力。是皇上。袁公公退下了，此刻他怎么可能还没有明白皇帝的意思呢？不过是想要借皇太后的手给九王爷和小王妃找不痛快罢了。司徒义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这谋略，这城府，还真是不得了了。九王爷顺势地把纸条给了妃子笑。这也行？皇太后可是皇上的母妃啊，她为了坐稳皇位，竟然连自己的母妃也算计了进去，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要是把司徒一放在现代，他必定包揽各种奥斯卡、白玉兰奖。这男人要是算计后谋略什么事情，真是六亲不认，没女人什么事儿了。都说女人心海底针，这男人的心比女人心还要可怕。小丫头，你在胡思乱想什么？你夫君是那样的人吗？妃子笑没有说话，但是脸却爆红了起来。娘子，你记住，我不是皇上。纵然有一天我坐上皇位，整个后宫也只有你一个皇后，明白吗？皇叔皇婶已经到门口了，为何不进来呀？皇侄已经等候多时了。是想让我给他治病？不是，他这病无药可治，是长在头上，就算是神医也无法医治，顺其自然吧，让小宝宝跟着七皇子学习，对小宝宝好。我先看看吧，或许还有救。好，那我们试试。九皇叔让皇婶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医治我的不治之症。应该只是想让皇婶试一试吧，毕竟九皇叔宠皇婶，会医术的人都想征服疑难杂症，皇婶应该也有这心理，那就随了皇婶吧。肿瘤，竟然是这么大的脑部肿瘤，难搞了。可以动手术，把你这多出来的小肉球切掉，外面的可以用这种方法，但是脑子里面需要开颅，这就是你们古人说的先开头顶的骨头，把里面的东西用刀切出来。你敢赌吗？那个波澜不惊、没有太多情绪的七皇子紧张了。有几成的把握？3成，没有精密的仪器和手术条件，只靠丹药，只有3成的把握。赌一把吗？当然，如果不处理，他最少还可以活2年，2年后就不好说了。保守治疗也可以的。皇婶，我赌，我不想浑浑噩噩的活着，我要试一试。皇婶，我想要赌一把，我不想要每天都活在恐惧中，那种不知道下一刻什么时候就死亡的感觉，很恐怖。黑暗中没有一点点光亮，我愿意赌，哪怕只有1成的希望，我也愿意赌。好，我知道了。随即他又吩咐小九去炼丹楼把黄老头和玄宗师带来紫竹院。原本要去御书房和皇上喝酒的九王爷竟然放了皇上鸽子。一炷香以后，玉峰他们带着黄药神和玄宗师来了。这木头也不知道飞低一点儿，难道不知道老夫恐高啊？这一把老骨头了，哪儿还经得起折腾啊？再着急的事儿也不用急这一下吧？师傅，让我俩来干什么？我们正在提炼药剂呢，很忙的。而就在这时，玄宗师已经朝着石化的七皇子走了过去了。师傅，你是要医治这不治之症吗？难啊，怕是治不好。师傅，一代药神黄药神叫小皇婶师傅，是我理解那个意思吗？但药门玄宗师也是叫小皇婶师傅，所以他也是小皇婶的徒弟。这个世界是变天了吗？小皇婶这一代太了不起了，难怪小皇婶能把九皇叔吃得死死的，让不近女色的皇叔独宠她一人。这世间上恐怕也只有小皇婶这样的女人能配得上九皇叔了吧？师傅，是要动手术吗？是要用手术刀把这小肉球切下来吗？对，要手术，开颅手术。什么？先开脑子还能活？这叫开颅手术？能行吗？这不是胡闹吗？皇婶，你是说天灵盖能打开，合上以后人还能活着吗？
还能把脑子里的部分小肉球用刀子剔除出来，是吗？要不是妃子笑说这个手术他需要准备几日，司徒云必定现在就躺上小皇婶说的那什么手术台，早死早超生。定了个时间，妃子笑就带着黄老头和玄宗师回九王府了。妃子笑回到炼丹楼就开始忙碌了。之前的手术室不符合开颅手术的条件，必须要再处置严谨一些。没有手术灯，那就用夜明珠吧，大量的夜明珠。这边妃子笑又让玄宗师炼几瓶金疮药，还有生血、麻药方面的丹药，只是一个术前准备，他们这些人就准备了7、8天。怕吗？手术马上开始了。一炷香后，手术开始了。司徒云吃了一枚丹药后就昏过去了。手术也开始了，可是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手术进行一半的时候，皇太后和皇上竟然来九王府了。九王爷就在外面保驾护航。皇上和皇太后来了。哼，来的还真是时候。御风，闭门谢客，应闯者杀无赦。是王爷。皇上、皇太后，王爷身体不舒服，恐怕不能接驾，皇上请回吧。大的奴才还不跪下！皇帝身边的一侍卫二话不说就直接朝着御风攻击，两个人在九王府的门口打得难舍难分。难道是司徒寒毒发了？这个时候司徒寒闭门不出，难道真的是毒发了？那孽子一向与司徒寒走得近，他这个时候来九王府，难道真的是因为司徒寒毒发，他前来看望？皇上和皇太后此来也是来试探司徒寒的。毒发了，真的毒发了！现在就是以绝后患的时候，只要司徒寒这个小贱种死了，江山就稳了。什么先帝遗诏啊，什么真的遗诏假的遗诏，都无济于事了。皇上，下令吧，今日就是那小贱种的死期，他一死，整个圣王朝就是你说了算了，皇上的江山就稳了。母后，儿臣听你的，儿臣这就为嫣儿报仇。嫣儿不能白死，必须要司徒寒死无葬身之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九王爷司徒寒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该王为朕之手足，朕不忍杀之，使先帝亡灵寒心，现命革去一切职务，废为庶人，流放塞外，无诏不得入见。该王福晋，一并废为庶人，钦哉！拿下！随着皇帝亲信的一声令下，御林军开始闯九王府大门。就在这个时候，骑虎军也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杀伐四起。这是一场血雨腥风。不多时候，从九王府内连放了3枚信号弹，而此时皇宫里也开始一场血雨腥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该王为朕之手足，朕不忍杀之，使先帝亡灵寒心。哼，司徒义还真是能够倒打一耙呀。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那就成王败寇吧。不多时候，皇太后和皇上竟然被御风压了进来。请皇上和皇太后去偏院休息吧。是，王爷。外面血雨腥风，而手术室里的人没有受到半点影响。金疮药止血。玄宗是赶紧把金疮药剂输送进管子，然后催化。妃子笑也没有精力多想，赶紧把头盖骨上的小肉球全部剔除干净，放进一旁的消毒器具里。7号手术刀，5号棉花。3个小时后，手术完成了。这手术整整进行了3个时辰，而这3个时辰，整个圣王朝已经改朝换代完成了，皇宫的主人已经换了。手术结束后，明明应该感觉到疲惫的妃子笑，精神竟然异常的充沛，体内的灵力竟然开始疯狂滋长了。糟糕，该死的，这个时候进阶，要立雷劫吗？刹那间，天空乌云密布，
这是要立雷劫了。妃子笑只有一个念头，离九王府远点，离丹药楼远一点。他不想拆了九王府，更不想拆了丹药楼。妃子笑速度快，司徒寒的速度更快。司徒寒以一己之力对抗着天雷强大的威力。见小姑娘在后山停下来，坐下来开始打坐后，司徒寒这才停下来，开始给小丫头保驾护航，确保她历劫成功。难怪小丫头有过人之处。难道小丫头拥有的一切都异于常人？因为天选之人会得到天道的传承，所以异于常人，也比常人优秀。这时第一道天雷打了下来，紧接着其余的2道天雷就象征性的打了一下，乌云就散去了。这就完了，这雷劫怎么和以前的雷劫不一样啊？以前立雷劫的时候几乎是去了半条命，这一次怎么就这样？看着天雷的情况，司徒寒越发的确定这是天道的奖励了。就当妃子笑和司徒寒回到九王府的时候，整个王府全都笼罩在低气压下。让司徒寒过来，让他来见朕。皇帝司徒毅竟然用七皇子的生命来威胁九王府的侍卫，要见司徒寒和妃子笑。朕来见司徒寒，让他滚过来，快点！半炷香的时间，朕若见不到司徒寒，寡人就捏死司徒云。什么？司徒毅这老狐狸竟然劫持了七皇子！该死的，虎毒不食子！司徒毅就不配当一个父皇。用力啊，用力掐！反正那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和九王爷的儿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皇上想要拿回去，应该的。散了吧，当老子的教训奄奄一息的儿子，有你们什么事儿？赶紧该干嘛干嘛去。黄老头和玄宗师也不用守夜了，都去睡觉吧。反正都要被当爹的皇上掐死，就不折腾了，休息吧。走吧，我们也回房休息，这也没我们什么事儿。反正已经变天了，司徒云也没什么用处了，死了也好，省得麻烦。好好休息一下，明日进宫，我还等着封后大典呢。妃子笑不提还好，这一提，皇上哪里还绷得住啊？皇宫沦陷，变天了？不可能，绝不可能！司徒寒，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谋朝篡位，主动发起战争，兄弟相残，你对得起父皇吗？对得起先皇对你的谆谆教诲吗？先皇临终前可是嘱托你，一定要守好圣王朝。而你呢，竟然放着圣王朝的子民不顾，要谋朝篡位，父皇泉下有知，必定骂你不忠不孝，把你带走。这个时候，司徒毅拿先皇说事，就是打蛇打七寸。知道司徒寒最在意的人就是先皇，别中计，走吧，回房间。好。世人都道九王爷和七皇子这对叔侄同病相怜，所以走得近些。七皇子被九王爷庇护，也算是他修来的福气。可现在看来，什么叔侄之情，什么共患难呢？都是狗屁。司徒云不过是你司徒寒手里的一枚棋子罢了。可惜我皇儿到死都识人不清，以为寡人这做父皇的狠心，其实最会演戏的人还最狠心。云儿，你安心的去吧。也就在司徒毅分神的时候，妃子笑手里早已经脱落的金针朝着皇帝司徒毅的心脏射去，砰的一声响，一击毙命。这改良版的手枪太好用了。如果不用青龙变化出手枪来，他能通过制造暗器的方法把手枪制作出来就好了。圣王朝的皇帝司徒毅竟然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死了。愣着干什么？赶紧清理了。玄宗师，查看七皇子情况，寸步不离的守着，别再发生什么事故了。不该杀他，给你添麻烦了。可是怎么办？杀都杀了，如果再给一次机会，我还是会杀他。谁让他威胁本宫男人了？本宫的男人是那么好威胁的吗？九王爷，剩下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处理吧，我去补眠了。如果没有什么10万火急的事情，不要来打扰我。妃子笑打着哈欠，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这小丫头的性格越来越跳脱了，喜欢时不时的撩拨她一下。
该死的臭丫头，别以为她不知道，这2天是她来癸水的日子，所以才敢这么大张旗鼓，带着报复心一般的撩拨她。要是平日里她有这个胆子，真是无法无天了。要是平日里，司徒寒必定追过去，回主院就把小丫头就地正法了。可今日时机不对，九王爷安顿好王府的事情后，就带着司徒义的尸体进宫了。然而当司徒义驾崩的消息在玄月大陆传开以后，整个玄月大陆的人都震惊了，特别是其他国家的君王，听到这消息都有些坐不住了。什么？不问世事的九王爷要登基了？九王爷不是无心天下吗？这怎么可能是九王爷登基呢？在接到消息的那一刻，各个国家就开始紧急备战了，应对不时之需。现在谣言四起，必定是有人在暗处操控。司徒寒命人去调查了一番，这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心惊到了极点，竟然是同盛王朝隔了一个海域的安云国。而安云国有一个魔殿，魔殿的位置离九幽森林不远，所以是冲着小宝宝来的，这是想要抢走小宝宝的意思呀。七皇子什么情况？回王爷，七皇子已经苏醒，但是王妃让他继续躺在床榻上。司徒寒点了点头，放下手里的奏折，直接朝着炼丹楼走去了。准备，半月后进行登基大典。有问题吗？什么？登基大典？谁登基啊？恭喜九皇叔。你登基，想让本王为圣王朝做牛做马？那不可能，本王要和你皇婶云游天下，我没空。既然已经醒了，能偷偷摸摸的看书，把这些处理了吧。看到那一堆的奏折，司徒云嘴巴张得大大的。直到九王爷离开，司徒云还是没有回过神来。司徒云不得不收起了书本，定时批阅奏折，以最短的时间了解最近圣王朝发生的事情。最棘手的事情就是鼠疫了，当务之急不是登基的事情了，而是治鼠疫，还有就是治洪水。洪水淹没了村庄，鼠疫这才开始爆发了。当晚，七皇子以摄政王九王爷的口谕，颁发了一道又一道的圣旨，派兵前去支援蜀域当地的官府，又派了皇宫大半数的御医前往该地。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封锁蜀域地区，不能让难民再往周边逃窜。晚上，妃子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主院。这段日子，他都在研究从七皇子头上割下来的小肉球，想要检测是不是良性肿瘤，用最原始的办法去检测，耗时耗力，即使脑子里的小肉球切掉了，还得化疗。妃子笑洗漱好，疲惫地躺在了床榻上，在司徒寒的怀里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就准备睡觉。小丫头，大哥要带兵去南岳城了。别闹，今晚很累，大哥去南岳城干什么？司徒寒把鼠疫的事情告诉了妃子笑，妃子笑惊得从床榻上坐了起来。什么鼠疫？大哥带兵去支援官府？丫头你放心，随行有大量的御医，不会出事的。妃子笑狠狠地白了一眼司徒寒。不会出事？不行，他不能让大哥去送死。大哥既然要守护大家，那他就守护欧阳家这个小家吧。当晚，妃子笑就决定带着玄宗师和黄老头去南岳城。第二天一大早，妃子笑的飞船就停在了九王府的操练场上，王府的侍卫正在一箱物资的往飞船上装着，最多的则是粮食和药材，保证民生，药材治病。2个时辰后，飞船已经飞到了南岳城的上空。妃子笑让青龙降低了高度，围着南岳城飞了一圈。这一圈下来，众人傻眼了。南岳城都城和城门外简直就是2个极端。城门外全是难民，到处可见尸体，三三两两的互相搀扶着，比乞丐看起来还要可怜。可是城门里一片繁荣，街道上叫卖声络绎不绝。去岳中城。飞船缩小后落在了岳中城的县令府。县令府早已经人去楼空，破败不堪了。玉峰他们赶紧收拾出几间房间，让主子们先休息，并且用酒精里里外外的消了一次毒。傍晚，县令府的大门打开了，无数锅热腾腾的白粥摆出来，开始施粥给难民。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几个官兵，二话不说上前去就要扣住施粥的小九
和南宫欣。带走！他娘的，还敢反抗，简直是不想活了吧！小辉，你去通知大人，这里有人施粥，没上缴银子。好。当官兵来了以后，那些领粥和要汤的老百姓竟然自动散开了。明明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竟然也不敢来领粥。敢在月中施粥救难民，大人同意了吗？劝你们识趣点，乖乖去把银子上缴了，免得大人亲自来追究。小姑娘，能给老奴一口白粥吗？我孙子要被饿死了，他已经3天颗粒未进了。小九盛了一大碗白粥给那老妇人，老妇人热泪盈眶，捧着白粥视若珍宝，赶紧蹒跚着往回走。这个时候，那官差一个飞身，直接朝着老妇人的后背踢去。摔倒在地的老妇人顾不得自身的疼痛，赶紧用手去捧洒在地上的白粥，可那官兵却一脚踩在了老妇人的手上。大胆刁民，竟敢抗旨不遵！这施舍白粥的人就是乱党，指不定白粥里就下了药。这群人就是来祸国殃民的。南宫欣看不下去，直接对着官兵出了手。这是朝廷的官兵吗？这就是土匪，就是恶霸呀！姑娘啊，你们赶紧离开吧，这些都是南岳城衙门的人，他们就是想要把岳中外面的老百姓全部都饿死。你们施粥就是违背了衙门的意思，官兵不会善罢甘休的。为何要饿死你们？官府不是应该救济百姓赈灾的吗？朝廷官府赈灾，不可能的。自从发生鼠疫之后，南岳城的城门就关了，咱们这些难民被舍弃了，官府的人恨不得灾民全都死绝，鼠疫就结束了。岳中城中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难民，大多数都是被饿死的。后来鼠疫也就越发的严重。什么？竟然有这种事儿？难怪这南岳城的鼠疫一直控制不下来，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原来是地方衙门不作为，错误防疫引起的。那离开的官兵竟然带来了一小队的官差，二话不说就把那2大盆的白粥打翻在地了。小九和南宫欣准备出手，却被玉峰制止了。你们谁是主事的？跟我走一趟，知府大人召见。玉峰朝里屋叫了一声，玉雷就出来了，跟着那队官差走了。2大盆白粥被打翻了，一时半会儿也熬不出来白粥了。幸好他们还准备了很多白面馒头，小九让玉峰他们帮忙，赶紧把白面馒头发下去。南宫欣把那老妇人扶起来，给了她几个白面馒头，按照小王妃的吩咐，带着玄宗师去老妇人住的地方看看。随即2人来到了一处破庙。玄宗师和南宫欣他们这群人在来赈灾的路上，就一人吃了一枚4级的解毒丹。狗子，吃吧，这是奶奶好不容易讨到的馒头，乖，吃一口吧，吃了安安心心的上路，奶奶来陪你。走吧，跟我走，我们主子或许有办法救他。南宫欣带着老妇人和小男孩回到了府上。王爷，小王妃，那知府是南岳城的师爷，被派下来赈灾的，说是赈灾，其实是敛财。岳中的大户人家，只要给这师爷一笔钱，就能悄悄进南岳城避灾了。穷人和平民百姓则被困在岳中城中，不能自由进出，只能自生自灭。该死的贪官，竟然把所有的赈灾粮食和钱财私吞了。南宫欣带着那老妇人和他奄奄一息的孙子来到了县令府，玄宗师也赶紧来汇报情况。南岳城的师爷竟然带着大量的官兵来把县衙府围住了，原因是和玉雷谈条件没有谈拢。南宫欣带着那孩子回来，妃子笑二话不说，赶紧去查看那小子的情况。小姐，求求你了，求求你救救我孙子吧，老奴愿意做牛做马来报答您。扶他起来，你放心，你孙子不会死，不过你也感染了鼠疫，要看郎中。妃子笑吩咐南宫欣把老夫人带下去，让黄老头医治。妃子笑当下给那小男孩用金针施针，配合丹药试剂，很快就把小男孩的病症控制下来。妃子笑救治完小男孩就出来房间，这个时候他们带来的御医早就开始忙碌了。
按照黄药神给的方子熬了几大锅的中药，白粥也在同时进行。妃子笑得知九王爷在府门口处理师爷的事情，也跟出去看了。这些人到底是谁啊？为什么月中城平白无故就冒出来这么多厉害的人物啊？看的样子非富即贵，即使是家丁，修为也不低啊。在九王爷的示意下，玉峰带着师爷去找了县令。一路上，玉峰一言不合就动手打师爷。狗日的人渣，不是人，竟然敢欺负黎民百姓！要不是缺人手，爷必定取你项上人头。当玉峰在一处宅子的柴房找到县令一家人还有几个官差的时候，他们已经奄奄一息了，倒是没有感染鼠疫，只是被饿晕了。就在鼠疫发生的时候，他们就被关起来了。玉峰赶紧按照九王爷的吩咐把县令带回去，然后让失忆的人把县令的家人用马车拉回去。妃子笑在后院忙碌，得知找到县令了，赶紧让玄宗师过来查看。要控制住月中城的鼠疫，还需要县令配合才行。几枚丹药下去，县令这才慢慢的恢复过来。九王爷，您终于来了，月中城的老百姓有救了，有救了呀！县令一边哭一边笑，那画面让人动容。当晚，县令府就开展了有序的救援，10几口大锅的柴火就没有断过，白粥和汤药一锅又一锅的熬制着。可即使这样，依旧救治不过来。他们差人手，差大量的人手。忙完手上最后一个重症，妃子笑已经要累瘫了。他在府里的院子里找到了九王爷。丫头，累了你先去休息，这里有为夫。司徒涵旁若无人的抱着妃子笑就往房间走，想让他家小丫头休息一会儿。回到房间，司徒涵就准备让妃子笑洗漱了睡觉，不能让小丫头累着了。可是一炷香的时间以后，妃子笑和九王爷已经在回圣王朝的飞船上了。敌军来袭，敌军好大的胆子，一个人竟然敢袭击军营，那是不想活了吧？大胆敌军，竟然敢擅闯本将军军营，快来受死！小妹，这么晚了，小妹和九王爷怎么来军营了？大哥就这么迎接你妹妹和妹夫？欧阳飞听赶紧给司徒涵和妃子笑行礼。那些官兵见到九王爷，被惊得跪在了地上，身子瑟瑟发抖。可就在欧阳飞庭想要跪下去的时候，一股无形的力道阻碍着他的膝盖，让他跪不下去。丫头，大晚上的，欧阳将军没有看清楚，情有可原。妃子笑赶紧给欧阳飞庭找了一个台阶下，甚至还道歉了。原本一见面就拿剑指着小妹的欧阳飞庭更加的无地自容了，赶紧组织手底下的副将带着人装粮食和药材上飞船。哎，小妹，你带着物资先走吧，我随后率军就来，不用带粮食，轻装上阵，没日没夜的赶路，也就最多3天，骑兵就能到达南越城。不用，再等半炷香的时间就可以了。什么半炷香的时间？一艘和青龙差不多的飞船竟然落在了他们的不远处。妃子笑这才从青龙那儿知道，这是玄武，4大神兽之一的玄武。其实主要是九王爷1年都没有召唤过神兽一次，玄武自然不在身边，在外面一直浪呢。司徒涵早已经把玄武这个契约兽忘记在九霄云外去了。没事，你已经进步神速，超过所有人了。当初我修炼的时候也没你快。怎么可能？回月中城的路上，他也没有闲着，坐下来就开始修炼。他要卷起来，偷偷的卷死所有人。妃子笑的飞船上只有九王爷夫妇和欧阳大将军，2个人打情骂俏，直接忽略了大将军这个大舅哥。欧阳飞听没办法，也只能坐下来修炼。司徒涵发现了一个秘密，小丫头只要医治好重症或者是绝症，就能获得天道的奖励。这次鼠疫过后，小丫头怕是又要进阶了。怎么回事？小王妃和九王爷不是去休息了吗？飞船怎么会凭空出现啊？当妃子笑和九王爷飞船回到了县令府，他们才知道九王爷和小王妃竟然去路上接欧阳大将军的军队了。天还没有大亮，欧阳飞庭带来的军队接替了玉峰他们。3日后，在南越城的知府收到了来自圣王朝都城的飞鸽传书。欧阳大将军率军赈灾，
九王爷、九王妃带人先行？慌什么？就算九王爷要来，也是半个月以后的事儿了。带着娇弱的九王妃，他们还会赶路吗？等他们来到南越城，城外的难民已经死光了，指不定九王爷还会嘉奖咱们赈灾有功。那些幕僚一听，确实是这个道理。随即，几个幕僚和知府又商量了几个敛财的对策。南越城中那些古商手里的粮食已经被他们收购的差不多了，剩下的粮食不够整个南越城的人撑上一日。他们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开仓放粮。一升粮食卖10两银子。被知府这么一忽悠，那些幕僚安心了。第二日，妃子笑就在房间没有出来了，时不时的让丁姨娘拿一瓶试剂出来，给几个患上鼠疫比较严重的人试药。没办法，他只能一边研究一边找人试药了。在征得患者家人和本人的同意下，他们成为了妃子笑试药的小白鼠。其中一个患者比较特殊，他在月中城竟然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没有人认识他，据说不是月中城的人。也是奇怪了，难道是脑子有问题，疯了？妃子笑见此，也把这个人纳入了小白鼠的行列。这日，大将军欧阳飞庭来妃子笑的房间，想要借他的飞船用一用。大哥，你认识这人？他不是月中城的人，应该是其他国家的人，病情最严重，他不行了。小妹，你说什么？欧阳希不行了？他不是鬼医吗？怎么弄成这副样子了？欧阳希，我三哥。当欧阳飞听到妃子笑就是欧阳希的过程，疯子，真是疯子！欧阳希就是一个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什么鬼医呀，就是一个二货，扯犊子的鬼医。欧阳飞庭知道他们三兄弟都有百毒不侵的体质，在出生以后，娘亲就一直用各种毒药补药去调理他们的身体，以至于兄弟3个都已经是百毒不侵了。该死的疯子，该死的！哎，小妹，他这情况还能治吗？要是不能治，我现在就去挖个坑，把他给埋了。可以，8级解毒丹就能马上让他痊愈。什么8级？要8级解毒丹？算了，还是让他死了算了，太浪费这8级解毒丹了。妃子笑把8级解毒丹的试剂为欧阳希喝下去了。欧阳飞庭冷着一张脸，一言不发的用灵力去帮助他吸收解毒丹。我是死了吗？要不然怎么会看到大哥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唉，亏本公子声名在外，竟然因为中了鼠疫而已。唉，妙哉妙哉！大将军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狠狠一用力，疼！放手！放手！大将军不但没有放手，手上的力道更加的重了。还需要本将军提醒你，你还活着吗？祸害千年在，你这祸害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鬼啊！真的是鬼！我竟然看到小妹了。后来妃子笑发现了，原主的3个哥哥不是不关心原主，而是因为太自信了，自信过头就是自负，以为有了银子，原主的日子就高枕无忧，就是丞相府嫡出的大小姐。殊不知人心不足蛇吞象，男人有钱就变坏。小王妃，这儿有个王八蛋想要逃跑，这病才治好，还没有给银子呢，就想跑啊！再说了，人跑了怎么办？小白鼠就没有了。怎么会这样？大哥和小妹为什么在这里？他们真的在月中城？大哥一个人率军赈灾也就算了，这个地方这么危险，他竟然把小妹也带来了。万一小妹感染了鼠疫怎么办啊？瞪什么瞪？平日里挺靠谱的一个人，这一次办事儿真是一点都不靠谱，让小妹置于危险中，简直不可原谅。小妹也真是的，这军营都是一些大老爷们儿，她一个小姑娘跟着军队一点都不方便。再说了，5大3粗的爷们儿怎么能照顾好小妹呢？即便没有感染鼠疫，这不跟着来受罪的吗？唉，算算日子，已经有3年没有回圣城去看小妹了。小妹真是越长越漂亮了，甚至可以说是圣王朝第1美女。小妹长得像娘亲，真漂亮，娘亲出品，果然是真品。等等，完了，我竟然这副样子就见小妹了，指不定小妹会把我这个3哥当成叫花子。完了，彻底完了，在小妹面前丢脸了。他就那么被玉峰丢在了地上。玉峰，他是我3哥欧阳希。什么？
小王妃到底在说什么？什么小王妃的三哥？为什么我听不懂？小王妃什么时候有一个三哥出来了？小王妃，他怎么可能是你三哥？是不是弄错了？他就是岳忠诚的人啊！之前还是您把他从死人堆里拔出来的，不可能是您三哥吧？等着大哥处理就行了。他就是欧阳希，他什么德行？我这当大哥的能不知道？这会儿知道丢脸了，早知道干嘛去了？不学好就算了，还教坏小妹，你怎么做榜样的？欧阳希，你等着鼠疫过去了，这笔账咱们好好算一算。欧阳希没说话，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要是再多说一句，到时候就会死得很惨。大不了鼠疫过后他逃跑就是了。小妹，你这么做是在蒸馏吗？这样做药剂是不是纯度更高？之前我就想过这么做的，但是我失败了。小妹，这个是不是这样的？2个时辰后，当九王爷做好饭菜来实验室叫他家小丫头用膳，就见到他家小丫头竟然和一个男人亲密无间。该死，小丫头竟然对着那个男人笑，该死的小丫头。欧阳希一边给妃子笑帮忙，一边请教他一些问题，2个人一直有说有笑的交流着。2个人丝毫没有注意到门口还站着一个人，他已经在门口站了几个呼吸了。小丫头没有任何反应。丫头，忙完了吗？用晚膳了。丫头，喝盏茶，休息休息，不要太累，累坏了我心疼。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男人是谁啊？和小妹是什么关系啊？怎么回事啊？怎么感觉司徒涵不对劲啊？平日里他都不会说这么肉麻的话，可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这个男人也中了鼠疫，脑子出问题了？丫头，先休息一下，别那么忙，我会心疼的。随后司徒涵深情地在妃子笑的额头印了一个吻，他这才拉起妃子笑的手，准备离开实验室。妃子笑才后知后觉，所以司徒涵这个狗男人是误会他和欧阳希的关系了。这个狗男人是以为他红杏出墙了，给他戴了绿帽子。一起吧。司徒涵来到了旁边的偏厅，司徒涵领着小丫头在一旁的盆里里里外外的把手洗了一个干净。还有水吗？我也洗一下手。小九，打水来。没有。吃醋，使劲吃醋。回头要是知道欧阳希是我三哥，就看九王爷怎么无地自容。欧阳希不等小九打水来，一溜烟出了房间。不行，他得去问问这些人，这妹夫是怎么了？为什么对他有这么大的敌意？欧阳希洗漱干净以后，在院子里找了一圈玉峰都没能找到，又不敢出来的时间太长了，只能回到房间陪小妹夫用膳。用膳的时候，欧阳希眉头蹙了起来，因为他每次夹菜的时候都感觉有一道阻力，他夹菜竟然夹不起来。小妹，妹夫是对我有意见吗？为什么看到哥哥就板着一张脸啊？哎，三公子，你找小的有什么事儿啊？三公子，小妹，哥哥，所以这个男人是江湖人称的诡异，小丫头的三哥。这真的是小丫头的三哥，所以这小丫头是故意的，可真是顽皮。三哥，来喝一杯。三哥，喝就喝，大不了舍命陪君子。这也可以？男人之间的误会就是一杯酒那么简单？司徒涵和欧阳希喝酒，2个人相谈甚欢。妃子笑填饱了肚子以后，直接回实验室，接着刚刚没有完成的实验进行了。如果可能的话，今晚治疗鼠疫的药方就能出来了。他发现了一个怪异的地方，小丫头的娘亲好像不是这个朝代的人，思想同这个朝代不一样。大舅哥回都城去运粮草了。但说无妨。主子，朝廷的赈灾粮食正在南岳城的荒仓，明日上午魏知府回开仓卖粮，价格拟定是1斗米50文。什么？1斗米50文？抢劫吗？平日里1斗米不过7文钱，秋收时5文钱，这魏知府好大的胆子！该死的，那魏知府就是一个贪官，这样的人就应该被车裂，被五马分尸，进猪笼，没有一点良心，发国难财，
黎民百姓过得那么艰苦，好多老百姓没有感染鼠疫，而是被活活饿死的。好多还在吃奶的小宝宝，因为娘亲肚子饿，没有奶吃，饿得哇哇直叫，太惨了，真的太惨了。可惜我贵为鬼医，只是浪得虚名，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却无能为力，惭愧啊！我愧对老百姓，愧对娘亲的叮嘱。司徒涵挥退了所有的人，一个人坐在位置上，无声地陪着欧阳希。司徒涵一直坐在房间里陪着欧阳希，直到他哭累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司徒涵这才面无表情地走出房间，让玉峰他们把欧阳希安顿好。九王爷这才来到了实验室找小丫头，看着他一下。随即妃子笑又回到了实验室。干什么？你们干什么？5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要干什么？要赶尽杀绝吗？我呸！你们这些官差没有一个好东西，眼睁睁地看着生灵涂炭，老百姓们中了鼠疫，不但不救治，还任其自生自灭，把城里所有的粮食和能吃的干粮都抢走了，简直就是丧尽天良。如果他们没有看错的话，这个男子就是小王妃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中了鼠疫，早已经奄奄一息了。在小王妃实验室里的人都是属于特别严重，随时可能死亡的人。痊愈了，小王妃研制鼠疫的解药研究出来了，真的有效果了。天哪，小王妃太牛了，真的了不起，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人物。她真的研究出来了治疗鼠疫的方子。不要，这些人中了鼠疫，快逃啊！那男子从地上爬起来，一溜烟的就跑不见了，身影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过半炷香的时间，他就拿了好几张药方出来，直接交给了身边的小九。把药方给他们，快按照药方上的配比，让人重新熬制药剂，让重症的病人先喝，快点。是，小王妃。随即后院几十口熬着中药的锅直接停火了，把原本熬着的一锅黑乎乎的中药直接倒掉，重新开始烧水，熬制新药方的中药。王妃千岁！因为有妃子笑研制出来的最新药方，鼠疫很快就被控制了下来，死亡人数也逐渐减少了。善后的工作就留给岳中城的县令了，是时候要进南岳城去会会那知府大人了。九王爷甚至拿出大量的银两，让玉峰他们去南岳城买米，只要一开仓，粮食就被一抢而空。从最开始1斗米50文钱，发展到1斗米300文钱，这简直就是天价了。知府府，魏知府和他那几个幕僚喜笑颜开的拨弄着算盘，正核对着账本。知府大人，不好了，九王爷来了！九王爷让您快出去受死！九王爷？怎么可能是九王爷啊？来得这么快吗？放肆！少道听途说，门外那人说他是九王爷，他就是九王爷了。本师爷还是即将登基的七皇子司徒云呢。大人，外面竟然有人冒充九王爷，这可是砍头的大罪，大人应该让人去把人拿下，打入天牢。魏知府有今天的成就，全凭大师爷这么一个智囊，两个人可所谓是志同道合，一拍即合。是的，岳中城的老百姓水深火热，挣扎在生死边缘，这一座知府快赶上九王府的豪华了。是的，这孙子真是会享受啊，爷真是气愤，恨不得直接让那谁脑袋搬家。照我说就不应该先礼后兵，王爷应该让我们几个提剑直接杀进去，取了那杂碎的项上人头，一了百了了。知府大人有令，冒充九王爷，罪无可恕，全部拿下，打进天牢。找死！杀无赦。是王爷。这马车里的人真的是九王爷和九王妃？完了，真的是九王爷本尊啊！跑！大师爷以为他趁乱离开，走的时候悄无声息，哪里知道其实这一切都在九王爷的掌控之中。玉宇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知府大门口则是一场血雨腥风。半炷香的时间，这一场战斗就结束了。既然如此，那就豁出去了。九王爷不想尔等好过，那咱们就奋死反抗，
要不然咱们几个只有死路一条。按照九王爷的手段，他会给我们活路吗？不可能的。你们几个也别抱着投降能活命的侥幸心理。咱们现在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咱们几个干的那些勾当，每一项都是死罪，都能满门抄斩。为了活命，我们也得豁出去了。大人，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大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个坎儿渡过去了，就是荣华富贵；渡不过去，大不了大家一起死，也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九王爷想要弄死他们，他们为了活命，必须要反抗，也管不了什么实力悬殊了。马龙，咱们就按照大师爷说的，今日葬龙，让司徒涵死在这儿。这魏知府不是没有修为吗？他不是一个废柴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身上竟然有天阶强者的威压？他是天阶武者。天哪，魏知府竟然是天阶武者，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怪他有这么大胆子，竟然敢明目张胆的做伤天害理的事儿，私吞朝廷的救灾粮食和银子，更是变相的直接屠了月中城的百姓们。没有点实力和背景，谁敢这么做呀？哈哈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一仗我们不可能输了，指不定还能赚一个盆满钵满。几个幕僚跟随着魏知府的步伐，直接出了知府府大门。知府里有天阶强者，天阶，难怪这魏知府这么嚣张，原来是有强者为他保驾护航，以为有了天阶强者就能高枕无忧。哼，回。是，王爷。玉峰他们也不恋战，直接退回到了九王爷身边。微臣恭迎九王爷，没想到高高在上的九王爷竟然惦记着灾民们，亲自来赈灾，真是让微臣感动啊！不过九王爷，南岳城有微臣镇守就够了，九王爷还是请回吧。狂妄，痴心妄想，找死！含着地阶威压的金针精准地朝着屋顶的魏知府射了过去，几根金针射出去了，妃子笑一个飞身出了马车。然而魏知府早已经有了防备，那几个金针射出去的时候，他就筑起了一道结界，那几根金针碰到了结界就被弹了回来。丫头，小心！妃子笑一个翻身躲开了那几枚反射过来的金针，稳住身体后，他拿出手枪对着魏知府就是几个盲枪。不自量力，今日本知府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天阶强者。丫头，试试可以，但是别恋战。好。话音落下，妃子笑一个飞身直接上了屋顶。这小王妃胆子也太大了吧，那可是天阶武者呀！小王妃一个地阶初期的修为，可能连玉雷都打不过，怎么可能是天阶武者的对手啊？那不是自己去送死吗？九王爷也真是的，竟然也不知道拦着点小王妃，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平日里九王爷照顾小王妃挺细心的呀，竟然从一个高高在上的九王爷亲手做羹汤了。小王妃的一日三餐都不用厨娘了，直接九王爷就可以了。就连平日里生活上那些琐碎也是九王爷在安排。丁姨娘、小爹这些人直接用不上了。即便王爷以前什么也不会，现在却做得井井有条，简直让整个九王府的人大跌眼镜。谁也想不到九王爷为了九王妃竟然能做到如此地步。可现在九王爷竟然让小王妃去送死，怎么想的？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开始掉链子了呢？真是让人不省心啊。他比谁都要担心，比谁都要害怕，就怕出事了。但是他也不是扼杀小丫头想法的那种人，他比谁都想小丫头快速的成长起来。未来他们还有很多的坎需要迈过去。欧阳家的敌人很强大，知道天阶武者强，但是他家小丫头也不差。就在妃子笑飞身上屋顶的时候，司徒涵低头瞥了一眼妃子笑手腕上的手镯，对，他就是在看青龙。那一眼饱含着警告和威胁，让青龙保护着小丫头，要是出事了，唯他是问。来送死？好啊，本知府成全你。好啊，本知府成全你。几个满含着天阶武者威压的灵力球毫不留情地朝着妃子笑打过去。也在这个时候，妃子笑动了。
他不但没有闪躲，反而是直接迎接了过去。小丫头！与此同时，司徒寒满含着超级强者的威压，直接朝着那灵力球打过去。砰的一声巨响，爆炸了。也在这时候，妃子笑拿出了手枪，直接一枪朝着魏知府的眉心射去。丫头，丫头，怎么就爆炸了？这也太猝不及防了吧！司徒寒怎么就出手了？说好的我自己去应对啊！我没事，我没有危险。刚刚我只是想要躲进空间戒指中，然后再找机会击毙魏知府而已。别怕，别怕。就在妃子笑喋喋不休的时候，司徒寒直接堵上了他的嘴。这个吻很激烈，很用力，那根本不是吻，而是在碾压。直到半炷香的时间，司徒寒的内心才平复下来。完了，这一次彻底完犊子了。他这是彻底惹怒了这猛兽，是要准备秋后算账了。每一次妃子笑有疯狂行为的时候，就会被九王爷折磨得很惨，直到他保证下次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这才善罢甘休。这一次九王爷更是铁了心的要让小丫头长记性，以至于他们住进知府府7日了。这7日，玉峰他们都没有看到小王妃的身影。直到第8日，他们才看到一脸哀怨的小王妃。司徒寒带着妃子笑住进知府，整个南岳城的百姓都知道这事儿了。这日晌午，只要是南岳城的大户人家，全部收到了请帖。晚上，九王爷宴请他们，这摆明了就是一场鸿门宴。怎么会这样？王爷怎么会有这样的证据？这简直就是扼住了命脉啊！丝毫动弹不得，只能是九王爷说什么是什么。银子给银子了呀！在来之前，一个两个信心满满。九王爷虽然贵为王爷，但是总不能打杀无辜的老百姓吧？当看到这封信以后，态度发生了改变。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沉不出气的人纷纷和旁边的人交谈了起来，他们愿意出钱出力。九王爷一句话没说，那些富商就把赈灾的事情商量好了，安排的妥妥当当，分工明确。云，九王妃，您这是？也没什么，只是闲来无事看看贤记布庄这月的订货单罢了。本宫听闻贤记布庄新出了一种七彩琉璃布，很好看，做成衣衫像是把彩虹披在身上一般，美轮美奂。不过这布匹很名贵，供不应求，需要订货。各位夫人订了吗？李夫人，前日您去订购了5匹布，花费1000两银票吧？谢夫人，近日贤记布庄给府上的公子小姐们采购了新衣，挺好的，买到了一套七彩琉璃的新衣呀。龚夫人，你也订了吧？本宫让各位夫人筹钱赈灾，你们告诉本宫没银子，生活贫苦。这你们告诉本宫，账本是怎么回事？送货地址李府。李夫人，这是你家府上吧？王夫人，这也是你家吧？这银子不是各位老爷出的，难道是各位夫人藏的私库，是吗？各位正室夫人真是勤俭持家呀，府上的老爷知道吗？据本宫所知，各位正室平日都苛待府上妾室吧，庶出更是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也没有宠妾灭妻的情况。现在给本宫哭穷，本宫还有醉春楼饭庄、匪庄、胭脂水粉店铺的账本，本宫在想，要不要给各位夫人的老爷看看？这个方法就是他想出来的，为了讨好司徒寒那个狗男人。因为这一次他是真的惹怒了这个狗男人，让他躺在床榻上要死不活了好几天。司徒寒真的太气了，甚至还提了一嘴，只有让小丫头有身孕了，估计他就老实了。狠！这九王妃年纪不大，行事竟然这么狠，堪比宅斗的高手，难怪能成为九王妃。这手段，这城府，谁比得过？活该她一人享受九王爷的圣宠，成为九王府独一无二的主人。王妃，这是1万两，等明日明父再让丫鬟送2万两银票过来。王妃，这是民妇的。不过几个呼吸，妃子笑面前的桌子上就堆满了金银珠宝，一个两个的正室夫人把手里能拿出来的银子都拿出来了，生怕拿少了九王妃不高兴，到时候怪罪下来。丁姨娘和小蝶2个人负责数银票和银子，小九和南宫欣负责用账本记录。各位夫人，
也别觉得本宫不厚道，本宫不会让你们白拿银子。做好事虽然不需要留名，但是这事儿是本宫主导的，本宫自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小蝶。是，小姐。小蝶抬了一个箱子过来。李夫人，本宫知道李小姐脸上有顽疾，这3副中药你拿回去，让她内服外敷，不出3日，李小姐脸上的暗疮就能痊愈。王夫人，这是治疗你打呼噜的药方，1月可痊愈。只要是有顽疾的夫人，妃子笑都给他们对症下药，准备好了治疗的药材。而那些没有任何顽疾的正式夫人，妃子笑直接送了4级生鸡丹。1个2个的夫人们拿着手里的东西，喜笑颜开地离开了。九王妃，这生鸡丹冥妇不需要，王妃还是给需要的人吧。出银子赈灾，冥妇是心甘情愿的，不需要回报。王妃，冥妇先走了，如果有用得着的地方，王妃尽管差人来吩咐，冥妇愿意尽微薄之力。你是不孕不育之症吧？本宫可以给你治愈，1月就能成功有喜。九王妃能治愈我的不孕不育之症，是真的吗？冥妇谢过九王妃，但是冥妇这病治不了，看了无数的郎中都说冥妇不能生育，大概是冥妇没有儿孙绕膝的命吧。妃子笑没说什么宽慰的话，只是让杨夫人把手伸出来让她把脉。一炷香后，杨夫人手里拿着一张自己龙飞凤舞的药方，在大厅找到杨员外后，2人出了知府府，回到府上。杨员外找到了账房，又急冲冲地出门了。九王妃告诉他，他手里的药方只要按时服用7日，他的病就能痊愈。但是他服用这个药方之前，他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今日和杨员外回府后，让人盯着杨员外的动向，如果外出，他悄悄地跟上去。夫人，老爷在账房拿了5万两银票，夫人不知道。本夫人知道了。从账房出来，杨夫人一跃上了房顶，一路追随着府上的马车。王妃，杨夫人跟着员外去了西郊，见到了那位外室和私生子。妃子笑淡淡的嗯了一声。那男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家里演着夫妻情深，但是背地里却有外室，还和外室生了1儿1女，女儿1岁，儿子出生2个月。看到真相的杨夫人，她当场就手撕了那张药方。还治什么病？休夫！就当杨员外在和那妾室你侬我侬的时候，杨夫人手起刀落，把杨家的地契、房契还有豆腐坊的生意全部变卖了，就连杨府她也卖了。一封休书放在了书房，她准备远走天涯，回本家了，不再贪恋这儿女情长了。临走时，杨夫人求见了妃子笑，她把变卖的所有钱财都给了九王妃，用于赈灾后，这才离开了。司徒涵带着妃子笑在知府府上住了3日。当所有的灾后重建的事情都步入正轨以后，他们准备回圣城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欧阳大将军了。日上3竿了，还在睡。司徒涵察觉到不对劲儿，回到房间的时候，只见妃子笑正坐在床榻上打坐，满脸通红。这是怎么回事？进阶吗？这又不是进阶时候的现象。天道奖励，对，小丫头就此负伤后会获得天道奖励，但是这次的奖励不是进阶，看样子小丫头根本承受不住啊。就在司徒涵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妃子笑突然晕了过去。小丫头怎么就晕过去了呢？查看一番后，司徒涵狠狠地松了口气，只是一下子气血上来，晕了过去。当小蝶和丁姨娘端着一盆热水来到房间的时候，司徒涵正把妃子笑打湿的衣服换下来。王爷，让奴婢来吧。热水放下，你们先出去吧。小蝶还想说什么，被丁姨娘拉住了胳膊，摇了摇头，带着她离开了房间。九王爷真的太爱小姐了。丁姨娘，我现在没事情可以做了，我没用处了，小姐会不会把我发卖了？你能不能告诉小姐别卖我？我吃的不多，以后稍微给点剩饭剩菜就可以了。丁姨娘，我害怕。也是，你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做了，小姐也不需要你了，被发卖了正常，所以你得学点本事才行，要不然真的会被卖掉的。在丁姨娘恩威并施的劝导下，小蝶的危机感爆棚，
竟然死皮赖脸的跟着丁姨娘学习药理。司徒涵把丁姨娘和小蝶的话尽数的听到了耳朵里，低头看了一眼昏睡的小丫头，眼底满是宠溺。小丫头来鬼水了，难怪会气血翻腾，晕了过去。这个天道奖励也真是一点都不会挑时间，难道就不能等上几日？不对，日子不对，小姑娘的鬼水应该还需要等上小半个月，怎么这个时候就来了？不对劲啊！司徒涵又给妃子笑把脉查看了一番，在确定妃子笑身体真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这才放心了。小丫头的修为并没有提升，依旧是地阶初期，因为这段时间不间断的修炼，有突破地阶初期的迹象，用不了多久就能达到地阶中期。如果是天道奖励，她应该升阶才对啊，怎么修为没有动静呢？司徒涵并不知道，此刻妃子笑的身体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是原本司徒涵抹掉印记送给妃子笑的空间戒指已经完全和妃子笑融合了，形成了体内空间。空间里，主人，您终于来看我们啦！锦鲤竟然会说话，妃子笑动了动意念，把青龙召唤了进来。恭喜主人啊，竟然得了这一方空间，这空间叫虚无之境，普天之下仅有这一方空间，竟然被主人得到了，真是可喜可贺呀！这个男人就是他召唤出来的青龙。在上古青龙的口中，妃子笑得知了很多虚无空间的事情，因为菜吃尽了苦头。就好比前几天他的修为要是也达到了天阶武者，对上魏知府的时候就不用想计策了，干就完事了。想计策的最后是被司徒涵那个妖孽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他要变强，他要变成上面的那个人，让九王爷躺着唱征服，拜倒在他16群下。妃子笑开始在空间里修炼了，这一修炼就是3天3夜。当他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修为竟然已经滋长到了地阶巅峰，只需要一个契机就能进阶为天阶修为了。妃子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1个时辰后了，他已经在回圣王朝的飞船上了。明日就是七皇子司徒云的登基大典，必须要赶回去参加大典。什么？才过去1个时辰？等不及妃子笑深思，他和司徒涵回到九王府，换了一身衣服。妃子笑穿上九王妃的正装以后，跟着九王爷进宫了。皇后娘娘，等等，前皇后娘娘，她怎么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这殷皇后和司徒云什么关系啊？以前没听说过殷皇后和七皇子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只是传言七皇子的娘亲是一个宫女罢了。这……娘亲，你回来了！娘亲，你总算回来了，想死小宝宝了。娘亲，小宝宝想你了。熊孩子竟然和他抢娘子，真是欠揍。老九、笑笑，你们来了。笑笑，你快点来帮忙看看，这几个发饰和皇上这一身打扮配吗？过了半炷香的时间，妃子笑才从殷皇后娘娘的口中得知，七皇子司徒云其实是他的亲生儿子。那时候他腹背受敌，后宫各嫔妃争宠，他好几次都差点流产了，好在有惊无险，他把肚子里的孩子保住了。但是那个时候殷皇后其实并不受宠，先皇司徒懿一直都盛宠殷贵妃，好几次差点废后了。殷皇后为了保护七皇子，找到了九王爷，还是在九王爷的掩护下，七皇子成为了宫女所出的孩子。虽然九王爷大不了七皇子几岁，可是那时候司徒涵已经能力超群了，在他的庇护下，七皇子才有了如今的成就。现在更是直接把他送上了皇位。此刻他被殷太后折腾的已经没有任何的脾气了，没办法，躲不过，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他坐在铜镜前，而神魂早已经闪进了空间里，去黑土地里种花花草草了。妃子笑一身是泥，在黑土里折腾，却不知外界此刻的她已经美艳的让人移不开眼，让殷皇后这个美艳的女子也羡慕嫉妒恨了。老九，我可听说明日有国外使臣要给你进贡妃子，你看笑笑这样子，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好意思进贡美人吗？司徒涵嗤之以鼻，根本不以为意。确定好妃子笑的妆容已经是1个时辰以后了，随即被折腾的对象
变成了小宝宝。这不就是有一个接班人了吗？小宝宝学什么都快，要是往帝王方面培养，不出几年就能独当一面了。到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让位了？也可以像现在九皇叔那样当一个幕后的摄政王，小宝宝自己在那个位置上煎熬就行了。皇叔，明日让小宝宝跟着我身边吧，我现在是小宝宝的帝师，带着他见见世面。这孺子可教也，这才做皇帝几日就想着撂挑子了，可能吗？问你皇婶，你皇婶要是同意，我没意见。可是当妃子笑知道这些的时候，司徒欧阳已经一脚踏进了深渊，他这个当娘亲的也无能为力。日出东方，登基大典正式开始了。九王爷一直寸步不离地带着妃子笑在身边。一开始小丫头淡淡的没有特别的情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丫头有了情绪，恨不得登基大典马上结束。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妃子笑再也支持不住了，直接闪进了空间。好在没多久，白天的祭奠仪式总算是完成了，中午可以小憩一下。妃子笑回院子去休息了，司徒涵则去帮忙了。外国使臣来访，九王爷必须要坐镇，要不然镇压不住那些人的锐气。滚出来！假山后面是一个男子，只是他看妃子笑的眼神不对劲儿，赤裸裸的惊艳。本公子怎么也没有想到，圣王朝后宫竟然有这般绝色的美娇娘啊！真是让本公子欲罢不能啊！说吧，你是圣王朝皇帝的妃子还是宠妻啊？报上名来，本公子看上你了，今晚前来暖床吧。还想活命的，早点滚！美人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哥哥来陪你啊！都说这圣王朝美女如云，现在看来果然如此。一个美娇娘就让本公子欲罢不能，直接要缴械投降了。美人儿，看到那假山了吗？让你随着本公子去假山后面，让本公子解解馋。这一锭金子就是你的了。要是你的滋味美妙，本公子还会给你更多的好处。怎么样啊？妃子笑点了点头，直接收了那锭金子。好，走吧，奴家一定让公子满意。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漂亮的女子又怎么样？只要有银子，何愁睡不到姑娘啊？公子，你先脱了吧。好，本公子这就宽衣解带。没想到美人儿比本公子还要心急啊！放心，本公子一定好好满足你。接下来就是魔域的一系列骚操作，真的很听话的在妃子笑面前宽衣解带了。腹肌呢？8块腹肌都没有，这还是男人吗？这么看来能力也不行。这男人啊，真是越缺什么越是炫耀什么，肯定是不行才一直强调着。既然不行，那就没用了。魔域被妃子笑直接用他脱下来的衣衫绑在了假山后面的一棵树上。原来美人喜欢这种调调啊，够刺激。美人儿还没有开始，你就成功征服了本公子了。本公子决定了，要带你回安云国。这时妃子笑从空间中拿出了金针，更刺激的还在后面，慢慢享受吧。而此刻后宫如同炸开的一锅粥，都在找安云国的世子。快找找世子，这晚宴就要开始了，世子到底去哪儿了呀？就连司徒涵也派人帮忙寻找魔域，以尽地主之谊。王爷，那魔域偷偷溜进了小王妃寝宫，那样子惨不忍睹。魔公子在小丫头那儿做客，那就让他多待一段时间。是王爷，他惹谁不好，偏偏去惹小王妃。要知道在我们这些人眼中，小王妃素来有小恶魔之称，落到小恶魔手里会好受。九王爷也是一个护犊子的主，小王妃要做什么的时候，他绝对由着他的性子来，只要小王妃高兴就行了。哪怕是把天捅一个窟窿，也有九王爷顶着。虽说魔域是安云国的世子，同时也是魔殿的弟子，动了他会很麻烦，指不定会引起两国开战。但是那又怎么样？九王爷就是这种护犊子的性格，甚至助纣为虐。他没去帮小王妃的忙，收拾魔域世子，就算是好事儿了。
论起腹黑来，九王爷可不比小王妃差，两个都是腹黑的主，凑到一块儿，那可是威力无穷，绝对大于2的存在。哎，那魔域世子真是想不开。晚宴就要开始了，小丫头竟然用金针直接废了安元国的世子，那样子看着都疼。妈呀，可怕！小王妃太可怕了，简直就是小恶魔、地狱修罗，那可是男人最脆弱的地方，怎么能这样呢？几根寸长的金针径直的朝着那个地方刺进去，妈呀，好疼，真疼，只是看一眼都觉得疼。魔域世子在妃子笑的手上受尽了折磨，痛晕了又醒过来，醒过来又痛晕，周而复返。就在魔域世子又一次晕过去的时候，九王爷让人来叫妃子笑了，宴会开始了，让他出席。妃子笑也玩累了，拔掉魔域世子身上的金针，交给了丁姨娘，让她去消毒，然后回房间去净手，用酒精消毒以后，这才大摇大摆的带着丁姨娘和南宫欣去了正殿。一炷香的时间，玉峰装腔作势的带着一队侍卫和安云国的人找到了魔域世子。天哪，魔域世子喜欢这口啊，玩得这么花。安云国的人找到魔域后没敢多言，赶紧带着他回到了使臣的住处，然后通知安云国的国君。妈呀，好看啊，跳得好，跳得好，跳得真是好啊，10分满分可以获得9.8分。这真姬公主怎么回事？真是恶心。好，跳得真好，真姬公主这一舞真是绝了。这圣王朝的九王妃果然厉害，不言不语，只是一个举动就退敌了。其他的女子想要打九王爷的主意，看来难了。真是好城府，好计谋啊！小丫头这是歪打正着，立威了。你呀，皮的时候是真皮。甄姬回到位置上，看着被九王爷抱在怀里的妃子笑，贱人，不过是一个罪臣之女罢了，竟然敢同本公主抢男人，哈哈！我倒要看看，等妃子笑在文武百官面前失礼以后，九王爷还会不会要她？还会把她捧在手心疼爱吗？那种不要脸的贱货，就应该进猪笼。有安云国的公主甄姬带头，其他国家的公主、郡主也不顾身份，纷纷开始表演才艺。素闻圣王朝九王爷修为不可一世，九王妃更是美若天仙，才貌双全。今日一见，九王妃着实让人惊艳呢。这众国的公主郡主们的大出风头，怎么能把九王妃忘记了呢？九王妃何不舞一曲，力压群芳啊？什么阿猫阿狗都拿来和小皇婶比啊？他们配吗？即便小皇婶什么都不做，就是气质这一块就可以把那些什么公主郡主拿捏得死死的。需要表演吗？不需要，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人。封太子说笑了，九王妃乃是圣王朝新皇的皇婶，哪有皇帝登基皇婶助姓的道理？这不是乱了辈分，大不敬吗？封太子要看表演，咱们圣王朝多的是琴棋书画的女子，尚书大人家的嫡小姐就能惊艳所有人了。杏儿，给大家表演一曲。是，太后。行，新皇登基，本宫这当皇婶的就送他一曲，祝新皇旗开得胜。胜？什么旗开得胜啊？这圣王朝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南征北伐，挑起战争？你要战，那便战，本宫什么时候怕过？妃子笑径直的在古琴盘坐了下来，调试了2个音就开始了。一曲完毕，笔墨纸砚。那是九王妃。随即妃子笑在众目睽睽下，把刚刚那歌词直接用毛笔写下来，送给了当今皇帝。小皇婶真是霸气啊！小皇婶那单薄的身体，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妃子笑说了2句场面话，就乖乖地回到了九王爷身边。不知道小丫头还有什么技能？得其如此，夫复何求？原本昏迷的安云国世子魔王，在被救回去以后，吃了一枚丹药，总算是恢复了元气。休息一会儿，这才来参加晚宴。该死，你个贱女人！
竟然出现在了晚宴上。好，很好。是的，妖女贱女人，贱女人拿命来！本世子要把你千刀万剐！魔玉，干什么？发什么疯？要是没休息好，滚下去休息。黄伯父，是他，就是这个贱女人害侄儿这么惨，侄儿差点废了，就是他所为。黄伯父，你让侍卫放开侄儿，就把那个贱女人碎尸万段，无法分尸也不见恨。放肆！满口胡言！什么贱女人？那是圣王朝的九王妃，还不赶紧去道歉？什么？圣王朝的九王妃？那不可能！那女人不就是一个宫女吗？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九王妃了。黄伯父，就是他，就是他害侄儿这样的。侄儿不会认错人的，他就是故意的，故意要让侄儿难堪，让安云国难堪的。黄伯父，该死的，真是一点城府，一点谋略都没有。道歉，去给九王妃道歉，要不然别怪寡人大义灭亲，不认你这黄侄儿。黄伯父，你为什么不相信侄儿？真的是他，是他差点废了侄儿啊！父皇息怒，皇哥哥只是一时糊涂，女儿去劝劝他就好了。国君看了一眼甄姬，随即点了点头。只见甄姬跟着走了出去。半炷香以后，魔玉回来了。该死的！随后，甄姬公主带着魔玉世子，拿着杯盏来到了九王爷和九王妃面前，给其赔礼道歉。这小丫头，对其他男人笑得那么花枝招展的干什么？这醋精，不对，应该是醋精里还加了柠檬果，酸味怎么那么足呢？魔玉世子如果不是真心道歉，那请回吧，也不用道歉，本宫一点都不介意你冒犯。王妃对不起，是魔玉冒犯了王妃，魔玉给王妃赔不是，希望九王妃大人有大量。海涵，这一杯魔玉敬王妃，先干为敬。魔玉世子也是干脆，拿着杯盏倒头就喝。这么干脆，道歉这么诚恳，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对劲，很是不对劲。九王妃，世子已经知道错了，您就原谅他这次吧。来这一招，九王妃是怕甄姬下毒吗？为了以正清白，甄姬先干为敬。话音落下，甄姬端起了递给妃子笑的杯盏，倒头就喝，随即朝着妃子笑扬了扬空了的酒杯。王妃，您看，没有毒，甄姬已经喝了，您就放心大胆的喝吧。就算是下毒，甄姬也不敢这般明目张胆的下毒啊。九王妃多虑了。甄姬公主多虑了，圣王朝和安云国百年交好，又怎么会怀疑公主要谋害本宫呢？那不是自毁国威，让人耻笑吗？本宫犹豫要不要接这杯酒，不是怀疑甄姬公主下毒，而是因为本宫不胜酒力，素来不饮酒。王爷平日里看得紧，也不让本宫饮酒。既然甄姬公主和魔玉世子如此盛情，本宫也应下了。话音刚落，倒头把那盏酒一饮而尽。下毒成功了，妃子笑竟然就这么中招了。九王妃也不过如此。随即，甄姬公主赶紧拉着魔玉世子退回到了安云国国君的身边。他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着妃子笑毒发就行了。还真是蠢货。在闻到杯盏里有和散毒药的时候，妃子笑不动声色地喝下去后，同样回敬了回去。半炷香的时间，回到位置上的甄姬公主和魔玉世子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儿，两个人身体越来越燥热。妃子笑，你个贱人，竟然给本公子下毒！本公主要杀了你！两个人虽然愤怒，但是手上的动作一点都没有闲着，一层一层的扒着对方的衣衫。快给寡人把他们分开，快点，分不开就敲晕过去。大殿里两人的闹剧还在继续，虽然被侍卫狠狠地桎梏着，但是两个人都不停地挣扎，试图奔向对方。热，快点放开本公主，本公主要热死了！你想死吗？放开！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因为两人都知道，只有对方才是解药。
只有贴着他们才能好受一点。这药太厉害了，即使他们极力的用灵力去抵抗，依旧无济于事。直到两个人服用了解药，这才停下来。停下来的两人如同被人抽干了力气，瞬间瘫坐在了地上，狼狈到了极点，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丢人，真的太丢人了，该死！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给朕退下去！是他，是妃子笑这个贱人给我们俩下毒。泱泱大国，圣王朝的九王妃是心思歹毒的人，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陷害本宫。随即甄姬公主走到新皇司徒云的桌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新皇，甄姬在圣王朝的皇宫被人下毒，还请新皇为甄姬做主，惩罚别有用心之人。新皇，甄姬确实心系九王爷，想要嫁给他当侧妃。既然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甄姬也不会强求。只是没想到，九王妃竟然怀恨在心，趁甄姬和皇哥哥去敬酒道歉赔不是的时候，给我俩下毒。恳请新皇明察秋毫，还甄姬一个清白。新皇，请明察秋毫，还我和妹妹一个清白。新皇，这事儿必须给寡人一个交代。新皇登基，寡人带着一双儿女前来祝贺。圣王朝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这事儿，寡人很生气。安君王，是不是搞错了？朕的小皇婶可不是这般没有度量的人，这中间必定有什么误会。九王妃下毒，有证据吗？知道污蔑她，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吗？九王爷，甄姬没有血口喷人，污蔑九王妃。甄姬和皇哥哥给九王妃赔礼道歉，回到位置上就有了中毒的症状。不是九王妃下毒，还有谁？本宫有证据自证清白。本宫要是有证据证明安云国的甄姬公主和魔域世子联合起来下毒谋害本宫，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自食其果呢？安云国安国君是不是要给本宫一个交代？谋害圣王朝九王妃，应当如何？羞辱九王妃，罪该万死；谋害九王妃，诛九族。安君王以为如何？愚蠢，简直是愚蠢至极！你确定是九王妃下毒吗？即使你贵为安云国的公主，犯了错与庶民同罪，明白吗？父皇，儿臣确定，儿臣和皇哥哥就是被九王妃下毒了，儿臣没有说谎。儿臣如果误会了九王妃，愿意受到惩罚。哼，唉，真是执迷不悟。既然要送上门来送死，那也没有办法了，只能送他一程了。诛九族啊！罢了，罢了，不聪明、愚蠢的公主也没多大的用处。甄姬公主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那本宫成全你。甄姬公主、魔域世子，你们把手伸出来吧。两人一言把手伸了出来，妃子笑把那药粉撒在了他俩的手上，漫不经心地开口解释了几句。他俩中了和合散毒，而这和合散毒药中有一味中药是海飘消，经过另外一味中药的综合，这海飘消就会显现出来。如果碰了这毒药，手上就会变成墨色。甄姬公主和魔域世子的手如果变成了墨色，那证明他们俩的手碰过和合散毒。其余的不用本宫多说了吧。这九王妃竟然懂药理，她不是一个被养废的嫡小姐吗？怎么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连药理也精通啊？怎么会这样？我俩明明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竟然还能让妃子笑这个贱人摆一道。这贱人是吓唬我们的吧？不可能的，我们的手不可能变成墨色。甄姬公主和魔域世子的手在所有人的见证下真的变成了墨色。来人呐，给朕把这两人拿下，打入天牢。出了这样的事情，这晚宴也进行不下去了，也就匆匆了事，不欢而散了。这一次晚宴彻底让所有国家的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千万别惹圣王朝的九王妃。安云国这一次的目的很是隐秘，但是依旧被司徒涵安排的探子发现了秘密，他们是为了小宝宝来的。等司徒涵和司徒云商量好对策以后，看着贵妃椅上那睡眼惺忪的小丫头，
司徒寒眉眼间满是柔情，有点不忍心叫醒他。来人了，去天牢劫狱了，走，去看看。好。你先休息，天牢有你皇叔呢，我可不想半夜在手术室抢救你，记得把那药吃了。罢了，罢了。这时，殷太后正好亲自给司徒云送熬好的药来了。皇上，喝药了。好。要放人吗？关着也不是个事儿，总不能真的诛九族吧？走吧，先回府。今晚九王府会来客人。好。奶奶的熊的，竟然是这个孙子！这孙子好好的太子不当，竟然半夜学人爬墙。哎，不对，这不叫爬墙，叫钻狗洞。晚宴上的时候，竟然敢羞辱小王妃，简直不讲活了。小王妃是谁啊？那可是我们这些人心目中的女神，亵渎了女神，该当何罪啊？3更天，司徒寒亲自领着2位国君来到天牢接人。安阳国的国君虽然生气，但是更气封建太子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丢脸丢到圣王朝来了。这2个国家的人连夜就离开了圣王朝。不过安云国的真姬公主没有跟安云国国君回国，而是上了封建太子的马车，跟着他回了安阳国。2国之间联姻已经是铁证的事实了。入夜，有几道身影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丛林中。真姬和封禁一直在都城中等待机会，等着小宝宝出宫。太后，小世子已经来了1个时辰了，一直在您寝宫外徘徊。太后要是再没动静，小世子就要冲进来了。王伯母，皇上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您这个时间起床，虫子都没得吃，这不是要饿死吗？快快快，小宝宝为了黄伯母不饿肚子，给黄伯母捉虫了。这时小宝宝打开了一个竹盒子，打开盖子，里面赫然躺着几条虫子。他赶紧让下面的人收拾收拾，带小宝宝出宫了。黄伯母，你还没有谢谢小宝宝给你准备的早膳呢。娘听说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谢谢欧阳，这心意黄伯母心领了。不用谢，不用谢。下次黄伯母要是再迟到，小宝宝还给黄伯母准备早餐。不用了，黄伯母下次不贪睡了。这性子也不知随了谁。随后皇太后带着一队修为稍微高点的侍卫出了宫。1个时辰后，有侍卫撑着最后一口气来到了皇宫城门口。告诉皇上，皇太后，小世子遇袭了，多一少。话音落下，那侍卫断了气。殷太后和小世子出事了，那还得了？赶紧分为2队人马，一队去皇宫报信，一队去九王府报信。这小世子可是九王妃的心头肉啊！当司徒云听到殷太后和小世子被袭击，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赶紧命侍卫首领带队去营救。九王爷，九王妃，不好了，小世子出事了！小世子和皇太后去皇家寺庙上香遇袭了，保护他们的侍卫全军覆没。快吃，填饱了肚子再说。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多吃点。不好了，不好了！九王爷，九王妃，小世子出事了，小世子遇袭了，恐怕凶多吉少，快去营救啊！这侍卫有病吗？九王爷和九王妃又不是聋了，讲1遍就行了，还讲第2遍，开口提高了音调，恐怕整个九王府的人都能听到了。玉峰，赏。是王爷。随后玉峰赶紧把那侍卫带下去，得到一定赏银的侍卫傻眼了，这怎么回事？走吧，去看看吧，看看谁那么想不开，落入那臭小子的手里了。好。欧阳乖，欧阳不怕，黄伯母保护你。一会儿如果他们攻击过来，黄伯母挡着，你趁机逃跑，知道吗？放心，我们小宝宝一定会健健康康长大的，替黄伯母好好陪着皇帝哥哥。这时甄姬和封禁已经带人追了过来。封禁哥哥，快抓住这个小畜生，他就是天生子幻化的人，抓住他，得到他，
咱们就能得到天下了。上，把这个小畜生拿下。那殷太后怎么处置啊？把这老巫婆丢进河里喂鱼。好。而此时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身后的大树上，九王爷和妃子笑也逆了气息，正站在那儿看戏。这对夫妇丝毫没有要出手的意思。那些侍卫都被小宝宝丢进了河里喂鱼。小宝宝要去捉弄甄姬的时候，把他提了起来，就往河里丢。你才是老巫婆，去喂鱼吧。冒出来又被按下去，周而复返，情绪崩溃已经奄奄一息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飞身落定在河边，嘴唇轻启，不停地念着一段让人听不懂的咒语。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张符箓，符箓打过去，传来小宝宝的一声尖叫。小宝宝，他不是已经离开了吗？为什么会出现在圣王朝的都城？就在符箓打过去的时候，符箓打在小宝宝的手腕上，竟然开始灼伤他的皮肤。眨眼间，手臂上就是一大片的黢黑，肉被烧焦了，空气中还有一股难闻的糊味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安云国国君为什么能这般轻易地伤害小宝宝？这不应该啊！一张符箓而已，有这么大的威力吗？小丫头去救小宝宝，查看他的情况。司徒寒直接就朝着安云国国君攻击了过去。小丫头的情绪不稳定，可能需要发泄，把这个安国君就留给小丫头发泄吧。只有发泄了情绪，小丫头才能正视司徒欧阳受伤这件事。洋洋，你怎么样？洋洋，你说话，你别吓娘亲好不好？洋洋。妃子笑一边叫着小宝宝的小名，一边用金疮药给小宝宝处理伤口。可是一瓶的金疮药下去了，那被符箓灼伤的伤口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化。不对啊！妃子笑也来不及多想，又拿了一枚10级还魂丹给小宝宝喂下去。可是丹药喂到了嘴里，小宝宝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怎么会这样？洋洋，你回答娘亲，你说说话好吗？要是觉得疼，你就哭出来，没事，娘亲在。洋洋，你开口说话，你别吓黄伯母和你娘亲好吗？燕太后的声音把妃子笑的理智拉了回来，看着小宝宝含在嘴里的10级还魂丹，她二话不说，集结灵力，帮助小宝宝咽下去，紧接着快速的用灵力催化还魂丹，让药力快速的发挥作用。大概几个呼吸的时间，还魂丹就在小宝宝的体内快速的融化，药效发挥出来，哇的一声，小宝宝哭了出来。娘亲，宝宝疼，宝宝的手好疼啊！娘亲给宝宝呼呼。乖，娘亲在，娘亲给小宝宝呼呼，小宝宝不疼。皇嫂，你帮忙看着洋洋，我去收拾那畜生。好。妃子笑一个飞身朝着安云国国君攻击了过去。见此，司徒寒退了下来。妃子笑也不着急弄死安云国国君，死对于他这种畜生来说是解脱，他要好好的折磨他。天空突然开始乌云密布，快要雷鸣电闪了。糟糕，是雷劫！天空中轰隆轰隆的雷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好像几10道雷劫正在快速汇集，成为一道威力无穷的雷劫。丫头，速战速决，我给你护法，快一点。好。可就在妃子笑集结一个超大灵力球，想要直接终结安云国国君的时候，变故发生了。天空中的雷劫集结完毕，猝不及防的朝着妃子笑劈了下来。什么？雷劫这就下来了？天雷打下来的时候，自动形成了一个结界，直接把妃子笑笼罩在了里面。丫头，小心！司徒寒飞身过去，直接全力一掌打在了结界上，想要进去给妃子笑护法，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天道看不惯修炼天才。行，既然如此，我偏偏要进阶成功。天雷下来的时候，妃子笑运转着周身的灵力，想要直接和天雷抗衡，硬碰硬。天雷和灵力球碰撞，发出天崩地裂的声音。他妈的，躲不过去，非得劈在我身上，这才算是立雷劫了。
这不是扯淡吗？可就在天雷下来的时候，他顺势抓了一把旁边的安云国国君，把他抵在了身前。轰隆一声巨响，一股烧焦的糊味。小丫头，小王妃，快走，河水倒灌了，再不走要被淹了。死了？安国君竟然就这么死了？不是死在小王妃手上，而是直接被天雷劈死了。啊！他的头发，特么的，他的头发呢？怎么都没有了？小丫头，没关系，本王不介意。你没有头发的样子也挺好看的，你什么样子，本王都喜欢。喜欢我光头的样子？哼，男人不都是一路货色？这男人，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发炉火纯青了。哼！妃子笑淡漠地看了一眼司徒寒，赶紧从空间里拿出了一枚生发的丹药。好在生发丹效果很好，妃子笑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了起来。司徒寒伸手去揽妃子笑的腰，想要带她离开，去安全之地。可是就在司徒寒伸手的时候，妃子笑脚尖一点，飞到了小宝宝身边，直接带着小宝宝回九王府了。第一时间，妃子笑就把小宝宝带到了炼丹楼，让黄老头和玄宗师准备紧急手术，整只手臂烧伤面积达到90%。天阶中期，上界的人在捣鬼，应该是上界有人不想小丫头进阶成功，想让她在进阶力竭的时候直接死在这里，真是其心可诛。难道欧阳家的敌人是上界的人？看来是得抽个时间去上界看一看了。他要去探探虚实，看看欧阳家的敌人到底是谁，他娘亲到底是谁，为什么能惹上这么厉害的仇家。小丫头动手术应该很快，当初就连先皇司徒云那必死无疑的绝症，他动手术只是用了那么一点时辰。那臭小子是天生子，又只是烧伤，手术难度应该不大，不出一个时辰，小丫头就能出来。到时候他哄一哄她，小丫头气消了，又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一天。司徒寒越等越感觉不对劲儿，茶杯里的茶换了一泡又一泡，小丫头还没有从手术室里出来，难道是发生变故了？黄老头，快用提高心率的药剂。不行，讲不下去，小世子开始发烧了。小王妃，你快看，那切掉的腐肉又长出来了，怎么回事啊？小世子瞳孔涣散，放大了，又不行了。这一个一个噩耗充斥在妃子笑的耳朵，他手上的动作丝毫没有停下来，整个人没有任何一丝私人的情绪。眼看小宝宝已经快要不行了，妃子笑赶紧拿出金针给他保命。当小宝宝体征平稳了以后，妃子笑突然瘫软在了地上，好在司徒寒眼疾手快接住了他。丫头，我没事，可是洋洋他是安国君，他没离开过安云国的队伍。可是那死在王妃手上的人又是谁呢？那绝对是安国君呢。玉峰他们回来汇报以后，司徒寒也一脸的诧异，陷入了沉思。难道是双生子，有2个一模一样的安国君？不可能啊！如果安云国有2个一模一样的安国君，我安插在安云国的探子不会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司徒寒坐在了炼丹楼喝茶，等妃子笑从手术室里面出来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魔殿。魔殿的殿主最擅长神神鬼鬼的东西，难道这件事是魔殿主在捣鬼？元婴出窍后可能幻化成为实体，难道安国君的元婴附着在了其他人身上？想到这里，司徒寒就想通了。对，就是这样的。当安国君强大的元婴附在悄无声息跟着甄姬从安阳国队伍中离开的黑衣人身上时，那黑衣人的元婴自然不是安国君的对手。相由心生，那黑衣人也就变成了安国君的模样。所以死在小丫头手上的那个人，可以说是安国君，也可以说不是，而是那个黑衣人。现在真正的安国君只是一个活着的傀儡罢了，里面没有任何的原因。这是一个意外，让人猝不及防。当司徒寒把这个原因告诉妃子笑的时候，妃子笑眼底满是杀戮。魔殿主，好。当务之急是医治好小宝宝，再带着小宝宝去魔殿寻仇。而就在妃子笑对小宝宝的病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的三哥欧阳希赶来了，所以在接到消息的时候，他没有赶去现场，而是去了一个神秘之秘境。好在大哥还没有把青龙幻化的镯子还给小妹，所以欧阳希就乘坐飞船去了一趟神之秘境，找到里面的高人绘制了一张符箓。小妹，快点把这符箓烧成灰，给洋洋喂下去。那高人说洋洋是被傀儡术控制了，只要这符箓水喝下去就能恢复。好。当妃子笑把烧成灰烬的符箓水给小宝宝喝下去以后，小宝宝竟然睁开了眼睛，脆生生的叫了一声娘亲。他手臂上的伤口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小宝宝终于没事了，终于好了。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妃子笑和司徒涵带着小宝宝去了魔殿。这一次他们要让魔殿步赤霄宗的后尘，直接覆灭。到了魔殿门口，九王爷的人已经把整个魔殿围住了，天空中两大上古神兽坐镇，魔殿里的弟子被吓得闭门不出，一个两个被吓得脸色苍白，颤抖不已。刚开始魔殿的人嚣张到了极点，可是经过一晚上的攻击，魔殿的弟子损失惨重，不得不给正在外面历练的人通风报信。当魔殿的弟子通过禁忌之术联系到魔殿主的时候，得到了命令，九王爷带着妃子笑攻进魔殿里的时候，竟然没有看到一个人。那怎么回事？昨晚玄武带着他们来魔殿的时候，魔殿灯火通明，魔殿里最少有200人，那么这个时候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啊！欧阳希跟在妃子笑身后走进魔殿的正门，顿时感觉到一股异样的阴气。小妹，快退，这不对劲，快点！欧阳希声音响起的时候，司徒涵同时下令让他的人退出魔殿，回到了殿门口。就在他们全部落定在魔殿正殿门口空地上的时候，刹那间空气中升起了一团白雾。九王爷脸色阴沉了下来，他大手一挥，直接把所有人都笼罩在了结界里。九王爷，这是聚阴阵吗？相传魔殿是邪术之士聚集的地方，所以这聚阴阵是南阳10大邪术之一吗？欧阳公子，这个属下知道，之前属下跟着王爷南下，在安云国阻击暗部势力的时候了解调查过了。经过玉雷的解释，妃子笑才对这魔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总之，这就是一个很邪门的地方。一个魔殿竟然包含了南阳10大邪术，有死将、蛊将、鬼将、灵将、混合将、飞将、药将、符将、爱情将、生将。鬼火集结灵力在眼部，那是在下死将。大家快点闭眼，别看那绿光，快点！刹那间，所有人的眼睛都齐刷刷地闭了起来，只有妃子笑和司徒涵眼神冰冷地看着那个方向。也在这时，上古神兽青龙用神识给妃子笑恶补了魔殿的事情。这下妃子笑理解了，这魔殿主就相当于现代的阴阳先生了，能操控傀儡。所以傀儡就是僵尸，这何人报上名来，竟敢擅闯魔殿，受死吧！男子摇动了铃铛，随着那急切叮叮当当的声音，那些傀儡开始训练有素地攻击他们。这是魔殿的大师兄一魔，其余的弟子也纷纷召唤出来了各自培养操控的傀儡。一场混战开始了。娘亲，洋洋怕那个叔叔身上有很厉害的东西，洋洋怕。洋洋不怕，娘亲会保护小宝宝，不会再让小宝宝受到伤害，爹爹也会保护小宝宝的，好吗？你看着洋洋，我去。好，小心一点，他的符箓很厉害。知道。司徒涵接过小宝宝以后，顺势就给了欧阳希，然后集结了一个保护结界，把他们罩在了里面。纵然魔殿的人再厉害，也不可能破了九王爷这个超级强者的保护结界。混战这才正式开始。那些原本已经被他灵力球打得碎成渣渣的傀儡，眨眼间重组复活了。怎么回事？不死不灭吗？这下棘手了。奶奶的熊的，这是什么鬼东西，竟然打不死啊！浪费爷爷的灵力。爷爷这个暴脾气，
受不了了，我要爆发了！玉峰满含着威压的一掌打在了傀儡的头上，那傀儡的头瞬间和身子分家了，在地上翻滚。可是眨眼间，那颗掉下来的人头又飞起来，回到了头上，组装完成，又是一个完整的傀儡。这什么玩意儿啊？是的，一个两个的缩头乌龟，有本事和爷爷单打独斗啊！整这种玩意儿来干嘛呀？孙子，快来让爷爷受死！他们一时半会儿想要灭了魔殿，好像不可能。小丫头已经攻击了5波，虽然最后一次终于伤到了一魔，只是让一魔吐了一口血而已。就在这时，妃子笑在解决那些傀儡后，趁他们还没有复活重生，直接朝着一魔攻击了过去。一魔直接被一掌击飞，身子狠狠地撞击在了魔殿大门的铁门上。你是谁？你为什么要灭魔殿？你们在伤害本王妃孩儿的时候，就没想过本王妃会来报仇雪恨吗？伤了本王妃的儿子，灭一个魔殿还不够，本王妃要安云国子民臣服圣王朝。好狂妄的女娃啊，竟敢擅闯魔殿，妄言拿下安云国的江山，简直是不自量力，受死吧！这时又起雾了，这一次的雾气和阴风来得迅猛，刹那间让人迷失了方向，伸手不见五指。丫头，是我，魔殿主来了，是阴气，小心！敢擅闯魔殿，你们就等着被本殿主炼成傀儡吧！一只修为极高的傀儡，可遇不可求啊！能随本殿主征战，一统天下。你去保护洋洋，不用管我，我有预感，那魔殿主是冲着洋洋来的。放心，玄武和青龙保护着他，不会有危险。爹娘，救命啊！爹！当黑气眨眼间缠住小宝宝的时候，司徒寒一个飞身把小宝宝抢了过来。九王爷满含着超级强者威压的一掌朝着那黑气劈过去，灵力瞬间把黑气打散了。魔殿主元婴出窍，圣王朝的九王爷威名在外，也不过如此嘛。本殿主那不争气的弟弟竟然死在了你们手上，那就用你们陪葬吧。本殿主要让你们全军覆没，还要得到天生子。好漂亮的小丫头啊，如果做成傀儡，必定是本殿主手上最漂亮的傀儡，完美呀！弟弟，所以安国君是魔殿殿主的弟弟，难怪魔殿能在安阳国横行。这兄弟二人太好笑了，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个竟然是人人喊打的大魔头，狂妄！司徒寒动了，一丝异样的黑气竟然在他的手上集结。黑气？怎么会是黑气？难道司徒寒也是魔修？不对啊，司徒寒的灵气是很纯正的白色，隐约间还可以看到一点点淡金色，怎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黑色？难道他沾染了魔气？不自量力！你以为天阶强者的能力球就能伤到本殿主了？即使是上界的人，也休想伤到本殿主！那魔殿主站在那里没动，甚至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他站在那儿迎接着九王爷的灵力球。疼！怎么会这样？九幽黑莲的本源之火，你怎么会有九幽黑莲的本源之火？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只见那团黑色的灵力球瞬间把魔殿殿主的元婴包裹在了里面，随即燃起了一点点的火焰。九幽黑莲的本源之火，是怎么回事？九幽黑莲和红莲业火都是能够燃尽世间一切的火焰，水不能灭，风吹不熄，它逃不掉了，只能被九幽黑莲的本源圣火烧成灰烬。就在他准备自爆，拉着所有人陪葬的时候，九王爷再一次出手了，一个结界把魔殿殿主包裹了起来。轰的一声巨响，魔殿殿主在结界里自爆了。去！伴随着司徒寒浅浅淡淡的一声去，火焰脱离了他的掌心，迅速的在这方空间燃烧了起来。火到之处寸草不生，不过那火焰很邪门，对灵修竟然没有任何的影响。哥们儿，你去试试，看看那火热不热，能不能点燃了。这沙雕什么时候才能脑回路正常啊？
和他待在一起久了，都快怀疑我自己智商也被影响了。难道傻气是能传染人呢？傻不傻呀？这肯定能烧成灰。这沙雕竟然开开心心的在哪玩火啊！差不多半炷香的时间，这里的东西就被烧成了灰烬。不知是怎么的，妃子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牵引着他往里走。小妹，你听到什么怪异的声音了吗？你们终于来了。画上的人是娘亲，湿了，哭了，这血，用你们的血滴在画卷上。欧阳希和妃子笑两个人同时往前跨了一步，对视了一眼后也不纠结，直接拿出了一把匕首，割破了手指滴在了那卷画上。孩子，我的孩子，我终于等到你们了。希儿，告诉婷儿，照顾好妹妹，一定要照顾好妹妹。如果有性命之忧，你们就去找飞老爷子，他手上有娘亲的信物，可以调动娘亲留下来的人。切记切记，在你们没有强大之前，一定不要轻易动龙虎令。就在欧阳菲菲的话音落下，整个大殿又恢复了原本破败的模样了。那画着欧阳菲菲画像的绢布竟然自燃了起来，直接成了灰烬。这是流阴符箓，为什么不是在飞府呢，而是在魔殿？这魔殿和他娘亲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欧阳菲菲没死，只是消失了？龙虎令。这时妃子笑从空间里拿出了一块木牌子，妃子笑把龙虎令递给了欧阳希，并且说明了来处。醉春楼早在几年前就倒闭了，哪里还有什么掌柜的？小妹，走，我们去找飞老爷子问问。好。吃，一天就知道吃，明知道没银子了，每日好吃好喝的供着，那老不死的怎么还不死？死了倒是好，免得恶心人。求那老不死的没用，油盐不进的老东西，就应该早点去死，活着干什么？贱人，你还有脸回来啊？都是你这贱人害的，要不然本相还无限风光着。贱人，你去死吧！小妹一个嫡出的大小姐，竟然被一个小妾欺负，甚至被庶出的小姐压着。欧阳希恨不得直接毒死丞相府的人，但是大哥说这件事交给小妹来处理，让他们不要管。希儿，是你回来了，快让爹爹看看希儿是不是瘦了。希儿啊，你不在家的日子可想死爹爹了。希儿，老爷子最喜欢你了，你快去帮爹爹劝劝老爷子，让爹爹官复原职吧。希儿，算爹爹求你了，你帮帮爹啊！飞老爷请自重，本公子和小妹有爹，并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配给我们当爹的，好狗不挡道，让开！飞傲天不要脸的想要跟着进去，却被老爷子身边的侍卫拦住了。笑笑来了。爷爷，你怎么样了？爷爷！欧阳希赶紧掀开了老爷子的袖口，给他把脉。老爷子没吃那丹药。那侍卫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听到侍卫的诉说，妃子笑差点气笑了。飞老爷子确实吃了他留下来的丹药，但是只吃了1/4不到，剩下的3/4留着了。侍卫的声音在耳边回荡，妃子笑心绪复杂，掀开飞老爷子的衣服。褥疮，那些褥疮一个一个的流着脓，仔细看竟然还能看到蠕动的蛆，腐肉到了最后就会长蛆。半炷香的时间，侍卫背着老爷子和妃子笑兄妹二人去了九王府的炼丹楼。小妹，没想到你这里医疗设备这么齐全，真的让哥哥大开眼界。这些医疗器械我在娘亲的工作间见过，当时就很好奇，可是娘亲说等我医术到达一定境界了才会教我。后来娘亲去世了，我也没能如愿碰到这些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工作间，这可是现代的词语啊！难道欧阳菲菲也是一个穿越者？是这样吗？这也太巧合了吧！小妹，你怎么了？你需要帮忙吗？他怎么就走神了呢？小妹，你这些医疗器械是看了娘亲留下来的手札找工匠定制的吧？娘亲怀着你的时候挺着大肚子，就开始绘制编写手札了。当时我以为娘亲是为了教我医术呢，后来才知道娘亲说是留给你的，以后你用得着。我还生气了好几日呢。
在欧阳希碎碎念的声音中，妃子笑结束了清理工作。妃子笑把制作药剂的事情直接交给了欧阳希，就出了手术室，去了主院的库房。飞老爷子喝下了试剂以后，1个时辰竟然恢复如初了。希儿，对不起，是老夫没有照顾好小小，你们不应该救老夫的，老夫那样活着挺好的。直到老爷子情绪发泄的差不多了，妃子笑才把龙虎令拿出来，询问具体情况。一开始飞老爷子神色闪躲，能告诉他们的他之前就已经告诉妃子笑了。你在说谎，你知道这龙虎令的作用，也知道本宫娘亲的下落，对吗？飞老爷子的脸色突然苍白了起来，纠结到了极点。你们的娘亲在？这怎么回事？虫蛊，走，小妹，危险！那些小虫子变成了小飞虫，朝他们袭击而来。小妹，快走，快！残忍，太残忍了，竟然给飞老爷子下这样的虫蛊，这可是目前最厉害的虫蛊。按照老爷子身体里爬出来虫子的数量，这蛊毒在他身体里已经很多年了。妃子笑不知道什么是蛊毒。当欧阳希给妃子笑解释完这蛊毒的时候，两个人沉默着都没有说话。对方给飞老爷子下毒，要让飞老爷子守住的秘密是关于他们娘亲的事情。经过这件事，他们更加可以确定欧阳菲菲的死有蹊跷，要么就是他杀，要么就是欧阳菲菲还活着。妃子笑这才让玉峰拿出硫磺来点燃，从门口的缝隙里丢进去。当妃子笑带着玉峰他们到手术间去处理飞老爷子尸体的时候，飞老爷子的尸体只剩下骨头了，肉呢？1个晚上肉就腐烂了，不知所踪了。就在飞老爷子尸体消失以后，原本满屋子小飞虫的尸体竟然自动消失了。吃过午饭，妃子笑和欧阳希又去了丞相府。那老不死的东西死了，他还真是不怕死啊！说吧，什么条件？直接开口就行了。娇娇啊，希儿啊，为父也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希望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吃顿饭。马上就要过年了，你们恢复过年可以吗？回头把女婿司徒涵也带回来。做梦！飞老爷简直是在做春秋大梦。别说你不是我们兄妹4人的爹，就算是我们的亲爹，你那么对笑笑也不值得原谅。你爱说不说。小妹，走了，跟他废话什么呀？他有神经病。小妹，你该不会要原谅这个老东西吧？他就不是个东西啊，一个忘恩负义、不知廉耻的小人，不值得原谅。你忘记他是怎么对你的了吗？走，笑笑，哥哥们会想办法找到娘亲的，不需要和他交换。欧阳希，本丞相是你爹，你敢这么目中无人？想当本公子的爹，你也配？你和我娘亲的婚约怎么回事？你心知肚明。怎么，你一个当仆人的，还想飞上枝头变凤凰？你们飞家人还真是得寸进尺。别忘记了，你们飞家不过是欧阳家的仆人而已，是奴才。啊呸！要不是老子，你们娘4人早就已经被仇家追杀，家破人亡了。真以为老子喜当爹呀？要不是为了前程，老子能娶她？老子把这话撂在这儿了。你们想知道欧阳菲菲的下落，就得让老夫官复原职，再给100万两黄金，农田100亩，要不然免谈。好，3日后给你消息。随即妃子笑带着欧阳希离开了丞相府。小妹，你怎么就答应了呢？飞傲天这个畜生真是得寸进尺，就不应该答应他。再说了，他指不定什么也不知道。我需要3日研究真言丹，没事别来炼丹楼打扰我。真言丹，不愧是他们的小妹，真是腹黑呀，用的招数也阴损。真言丹用下去，还怕飞傲天不说真话？希望小妹真的能够炼出来真言丹，到时候只要给飞傲天吃上1枚真言丹，还怕他不把知道的秘密给说出来吗？讲条件，没有任何条件。按照小妹现在的性格，条件交换可能吗？不过是一个秘密而已，就想让小妹妥协，简直做梦。小妹那是谁？那可是在圣王朝出了名的女子，一个能够把当今9王爷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让摄政王惧内的女子。飞傲天也真是胆子大，
敢在小妹的面前得意忘形，宽复原职，错梦。他那点学识，那点度量，那点计谋，那点城府，别说是当圣王朝的丞相了，就算是当一个偏远地区的县令也不够格，还真以为自己学富五车呢。你们让开，你别拦着！你们到底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吗？听命于谁啊？让开！别拦着我，我要去给九王爷送信给九王妃。少废话，九王妃说了，谁也不能打扰。你要给九王爷送信也可以，等着吧。九王妃要见你的时候，自然会见你。至于你问我们的主子是谁，这个答案还用问吗？当然是九王爷了。但是小王妃是九王爷的小祖宗，小祖宗，你明白什么意思吧？大兄弟，走，喝一杯。3日后再来吧。九王爷的小祖宗发火了，九王爷也兜不住。我当你是兄弟，所以才教你。这小王妃的大腿抱好了，保证你飞黄腾达。玄武跟在九王爷身边的时间不久，因为司徒寒一次都没有召唤过契约兽，只是最近才把玄武召唤到身边，所以很多事情他不了解。九王爷写给他家小丫头的信件交给玄武以后，就坐在房间里等着了。2个时辰后，玄武回来了。他可有回信？玄武摇了摇头，如实把九王府的情况汇报了一遍。当玉峰还在拉着其余3人显摆他成为上古神兽玄武大兄弟的时候，他已经被玄武卖了。他把玉峰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放给了九王爷听了。好，很好，有觉悟。那他回头就让玉峰知道得罪九王爷的下场是不是比得罪小王妃要好，简直就是皮痒了。这时九王爷就已经坐飞船回圣王朝了。玉峰还不知道他无意间得罪了九王爷这尊杀神。飞傲天带着有点痴呆的妃子熙就来到了九王府。让开，知道本老爷是谁吗？本老爷可是你们九王妃的爹，当今九王爷的岳父。你们敢拦着我？去把妃子笑叫出来，迎接本老爷。飞傲天以为他有关于欧阳菲菲的秘密，就把欧阳家这4兄弟拿捏住了。什么？飞老爷带着2小姐来了？他们怎么脸皮这么厚呢？竟然还敢找上门来！这时妃子笑手里捏了一瓶毒药给了丁一娘，让她前去处理。玉雷已经让人把飞傲天和妃子熙引进了九王府的前厅，让王府的奴才给本老爷准备2间上房，今晚本老爷要住这里。对了，这已经到了晚膳的点儿了，让厨房传膳吧，什么山珍海味都给本老爷来一份。对了，再给西西炖一个燕窝，速度快点儿，本老爷饿了。贱人，你怎么在九王府啊？好啊，你个贱货，被赶出丞相府了，竟然还敢出现在圣城！老爷，妾身当初被2小姐赶出府后，差点死在了大街上，是大小姐怜悯，把妾身救了回来，也是妾身福大命大而已。老爷，妾身已经让厨房开始备菜，都是您爱吃的。老爷，吃点点心垫垫肚子吧。不一样了。老爷，来日方长，妾身就在这里，你还怕妾身跑了吗？您放心，今晚妾身一定会好好伺候老爷。好好。老爷平日里喜欢小酌几口，这些都是老爷喜欢吃的菜式，怎么能少了酒呢？老爷，您等等妾身，妾身这就去厨房拿酒，今晚必定和老爷一醉方休。飞傲天不疑有他，一旁的妃子熙也默默地吃了起来，不管是什么菜都往肚子里塞。小王妃，那妃子熙好像真的疯了，看不出问题，但是没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妃子笑点了点头。妃子熙以为装疯卖傻就能蒙混过关了，他倒要看看他演戏混进九王府有什么目的。老爷，妾身知道您喜欢刺激的，要不咱们今晚还来点刺激的怎么样？妾身伺候您。老爷，妾身要开始了，您等等，妾身马上就用绳子把你绑起来，不要着急。美人儿，你怎么停了？继续啊，春宵一刻值千金呐。继续，当然要继续，等你毒发了，咱们就继续。毒发？美人儿，毒发？什么毒发呀？下毒？
你下毒了！丁姨娘，你是敢给本丞相下毒，本丞相让你生不如死，让你在军营的儿子有家不能回，战死沙场。下毒了，就等着老爷毒发了。妾身的儿子现在活得好好的，跟着欧阳大将军混到了小副将呢。老爷，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开始游戏吧。现在飞傲天还不能死，大小姐说还留着他有用。贱人，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是九王府啊？本丞相是九王爷的岳父，你敢在九王府动手，简直不知死活！本丞相死了，你也别想好过。老爷，你喝下去的毒药就是大小姐给我的，你看看，我手上的金针也是找大小姐讨要的。你觉得大小姐会在乎你的死活吗？当你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今日的结局。老爷，来吧，妾身好好的伺候你。这疼！这小贱人，老夫要杀了你！贱人！老爷，这是妾身最后一次伺候你，你好好享受吧。老爷，妾身准备了一纸休书，按个手印吧。他用金针刺破了飞傲天的手指，按了手印。丁姨娘，你放过我吧，一日夫妻百人，让你收手，等本丞相官复原职以后，派你做正妻，掌管丞相府的掌家大权。官复原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呢？飞傲天，你已经完了，等着你的就是地狱深渊，你去死吧！飞傲天别说是娶姨娘玩女人了，恐怕连排泄都有问题了。贱女人，我要杀了你！半炷香的时候，丁姨娘红肿着双眼从房间里出来了。谢谢大小姐。是女人，真是够蠢的，也不知道在丞相府怎么就活到现在了，还想给九王爷下药拔王爷上宫，真是不自量力。这下好了，便宜郑三娘的傻儿子了。九王爷，臣妾来了，你等着我。他走进房间时，就中了妃子笑研究出来的一种致幻药。第二天一大早，姐姐这般不知礼数，踢门进来了。九王爷要是怪罪下来，可别怪妹妹没有提醒你。姐姐，咱们姐妹俩真是有缘分啊！明明恨透了对方，却不得不接受彼此的存在，你说好笑不好笑？姐姐，你这抓奸的手段也真是高明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姐姐喜欢看这种事情呢。当初姐姐就是这么怒气冲冲的闯进我和五皇子的房间，如今又这般不要脸的闯进我和九王爷的房间，姐姐看到这一切作何感想啊？会不会很生气？装，贱人就装吧，我就不相信妃子笑这个贱人不生气。看到我爬了九王爷的床还能如此沉得住气。不过妃子笑这个贱人现在确实是和以前不一样了，要是以前只会哭哭啼啼的，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可现在她竟然能冷静地坐在那儿喝茶。姐姐，既然你是九王妃，那王爷娶妻的事情就劳烦姐姐亲自张罗了。昨晚王爷已经答应妹妹了，一切按照姐姐当初嫁进九王府的规格办，姐姐和妹妹不分位分，是平妻。妃子笑，你此刻是不是特别恨我？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只要是你妃子笑拥有的东西，我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包括男人。你看，以前是五皇子，现在是九王爷。哼，妃子笑你承认吧，你就是我的手下败将。恨你？本宫为什么要恨你啊？想想本宫的男人，也不看看你什么样子，就你也想成为司徒寒的平妻，简直是做梦。行了，收拾收拾起来了，郑家来接人了。郑家？什么郑家？郑狗蛋，郑狗蛋，醒过来了，俺是你娘，来接你和你娘子回家啦！郑狗蛋，狗蛋听到没有？小王妃，郑三娘带郑家的人来领人回家了。郑狗蛋，郑狗蛋，你娘让你回家呀！开饭了吗？
娘，狗蛋饿了，开饭。谁？刚刚从房间里跑出去的男人是谁？哟，这就是狗蛋娘子吧？挺水灵的，赶紧把新衣穿上吧，过了吉时不好。狗蛋已经换上礼服，等你拜堂成亲了。什么真狗蛋的娘子？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王府？出去！你们都滚出去！九王爷要是怪罪起来，你们担待得起吗？滚出去！我说姑娘，你还没过门呢，就对婆家的长辈这般态度吗？嫁了人就要以夫为大，你这样子可不行。即使你是九王妃的妹妹，但是嫁到了我们郑家，就要遵守郑家的规矩。赶紧给你婆婆郑夫人道歉赔罪。对了，忘记介绍了，本人是你婶子，以后见到记得行礼问好。妃子笑，是不是你在捣鬼？说是不是你？你心思怎么这么歹毒呢？竟然搞这么一出！妹妹，你不是让本宫给你准备喜宴吗？以正房的礼节出嫁，你看郑家这准备的一切，可都是按照正式的礼节准备的。虽然本宫没妹妹，不过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久了，也有点感情。本宫就送你出嫁吧。你，该死的！妃子笑怎么敢？她怎么能这么恶毒？竟然安排了这么一出。宋子丹，不要！妹妹，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宋子丹入口即化，怎么可能吐得出来？你就安安心心的嫁进郑家吧，穿喜服吧，别耽搁了吉时。小九、星儿，你们上去帮忙。是，王妃。妃子熙身上青青紫紫的，没有一块皮肤是完整的。大嫂，这狗蛋竟然这么厉害！你放心，用不了多久啊，咱们郑家就要添丁了。添丁了！妃子笑，你这个歹毒的女人，你不得好死！妃子笑，九王爷不会放过你的，我要诅咒你！他从空间里拿出了一枚毒丹。妹妹，这毒药只是让你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四肢瘫痪而已，没有其他副作用。你放心，也不会伤害你肚子里的宝宝。既然要嫁人了，就好好在郑家相夫教子吧。毒药一下去，妃子熙的灵根尽毁，耳朵失聪，也不能开口说话了。从此妃子熙站不起来了。这就是妃子笑送给她的新婚礼物。郑三娘说了，他们郑家愿意照顾妃子熙。小九他们给妃子熙穿上喜服以后，就扶着她上了郑家的喜轿，送走了妃子熙。欧阳熙和妃子笑来到了飞傲天的房间，是时候处理飞傲天了。小妹，你先出去一下，这房间的情况少儿不宜。少儿？什么东西啊？这飞傲天的状况太惨了。欧阳熙走过去，用被子把飞傲天盖得严严实实的，并且用金针把他刺醒以后，小希儿，救爹爹，把那毒妇给爹爹抓起来，等老夫痊愈了，老夫要让那毒妇生不如死。那女人，恶心，很多的女人，我要把她碎尸万段，把她绑在桌子上，用匕首一刀一刀把她的肉削下来，让她慢慢流干了血，慢慢的死掉。妃子笑把真言丹递给了欧阳熙，然后走过去，直接把真言丹送进了飞傲天的嘴里。三哥，可以了，你可以问他了。欧阳菲菲是不是没有死？她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飞傲天张了张嘴，原本答案要脱口而出，突然他惨叫了一声，好像正在经受着什么非人的折磨。被诅咒了？飞傲天也被诅咒了吗？只要是关于欧阳菲菲的事，他就不能说，要不然就会爆体而亡。三哥，帮下忙，快点！三哥，神庭、子宫、天府、孔醉，快点！鸠尾、延州、灵虚、关原、牢营。他的速度很快，欧阳熙的速度也不慢，可即使这样，他们也救不回飞傲天。飞傲天依旧像飞老爷子那样七窍流血，血液不断的冒出来。小小，你娘亲，小妹，怎么办啊？一根最长的金针朝着飞傲天的头顶刺过去。说弟弟，快！人爹死了，就这么死了？小妹，他说了什么？说地名了吗？咱们的娘亲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神殿？什么？现在的他们还是太弱小了。
连靠近神殿的资格都没有。欧阳希和妃子笑不约而同地开始坐下来修炼了。这日，妃子笑终于出关了，从炼丹房里出来，新皇司徒云就来九王府了。明知道司徒寒现在在安元国，他这个时候来九王府，明显是来找他这个皇婶的。妃子笑洗漱了一番，就去用膳了。小皇婶，我肚子饿了，能一起吃吗？在他闭关的日子里，九王爷写回来的家书已经快要堆满一个八仙桌了。做皇上真累啊，还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哎，九皇婶，要不你和九皇叔商量一下吧，让九皇叔来吧。所以让你皇叔去坐那位置，一年四季无休息，直到老死。你皇叔老了，老胳膊老腿的，你年轻一点就应该替长辈分忧。说吧，打什么主意？跟你九皇叔好的不学，腹黑倒是学的差不多了，一套一套的。皇婶，国库空虚，给九皇叔飞鸽传书半月了，他也没回信，这不就想到皇婶您了吗？冬日逼近，要给战士们准备过冬的衣袍了。两军交战，粮草先行，国库里的银子还不够买囤粮呢。小皇婶，我是真没办法了，刚登基，总不能增加老百姓的税收吧？差多少？粮食20万担，冬衣10万套。玉峰，送客。小皇婶，别！小皇婶，皇上，小王妃说了，喝完这些药，您就不用来复诊了。回头记得把银子结算一下，不多，也就2万两。小王妃说了，是给银票还是以物抵债都行，您自己选择。哎，小皇婶可是丹药师啊，丹药一出手，谁欲争锋？这么说来，小皇婶就是一个有钱的主啊，指不定过些时日，九皇叔就要吃软饭了。难道要打仗了？妃子笑纠结了一整晚，让小九去金营打探了一番后，果然要打仗了。三军都在紧急备战，难怪需要如此多的粮草。小蝶，去把柜子里的银票拿出来，去钱庄换购一些碎银子，招一批绣娘去欧阳府，然后采购舒适点的面料做军衣，棉花也要采购质量好点的。先不用管银子够不够，咱们手里的银子有多少，花多少。是，小王妃。周家是圣城最大的粮食商人。查，给咱老爷查清楚，谁这么大胆子敢抢周家的生意？是不想活了吗？周家还没查到消息，被周老爷训斥一通，被骂窝囊废的周老三带着人直接去集市上，掀翻了九王府准备拉往粮仓的马车，金黄的稻谷撒了一地。哪儿来的龟孙子，也不打听打听周家是什么人，竟然敢恶意竞争周家的粮食生意，是不想活了吗？砸了，给本少爷把马车砸了，人打残废了，丢乱葬岗去。去，把你们主子叫出来，本少爷要问问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是吗？敢在圣城和周家抢生意，今儿个本少爷打到他跪地求饶。小王妃，不好了，周家来找事儿了，咱们雇的伙计都被打成了重伤，您快过去看看吧。手上的银子已经所剩无几了，他就快要变卖司徒寒库房里的那些破铜烂铁了，就连他卖丹药还有娘亲的嫁妆都贴进去了。走，去看看。伤了，小九报官，让衙门的人来处理。女人，没想到圣城还有胆子这般大的女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要报官，官府可不管周家的事儿。你们抢我家公子生意的时候，难道没打听清楚吗？在圣城，我家公子可以横着走，当今吏部尚书周大人就是公子的叔伯，报官有用吗？识相的赶紧滚下来，给周公子磕头道歉。吏部尚书周书郎，你是吏部尚书周书郎的侄儿是吗？天哪，好美的美娇娘啊！唉，这天底下的男人恐怕都抵不过小王妃的魅力，难怪九王爷不放心把小王妃一个人放在圣城。这不，又有人想要挖九王爷的墙角了，真是有点不知死活。敢问小姐芳名，是哪家小姐呀？能不能赏在下个脸，
让在下请小姐去前面的茶楼喝茶听书啊。男人都是一个德行，九王爷晚上要爬床，或者晚上要怎么着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嘴脸。公子的人打伤了这些伙计，他们还怎么干活？什么？本公子的人伤了姑娘的伙计？这简直是不想活了。姑娘放心，这件事儿本公子一定负责。来人，把这些伙计送到医馆，医药费本公子出了，再调配人手过来给姑娘干活。哎，大兄弟，你赶快去告诉九王爷吧，他要是再不回来，小王妃就要移情别恋了，到时候九王爷就是孤家寡人了。你快去呀，10万火急！那行，他现在就启程去安云国。茶楼里，妃子笑漫不经心地喝着茶，和周老三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原来周家不只是粮商，还涉及很多个产业。回来了，司徒涵回来了，怎么不吭声就从安云国回来了？安云国那边安顿好了，你回来了，那边的事情尘埃落定了吗？还要走吗？这一次司徒涵没有设置结界，所以外面能听到主院的声音。小王妃竟然也有求饶的时候，是不是要重新定位九王爷的地位了？哎，大兄弟，你看吧，兄弟让你快点去是有用意的。九王爷要是再不回来，地位不稳，你知道吗？玄武没说话，不敢说话，小别胜新婚。两个人吃过午膳后，妃子笑就带着司徒涵去一趟欧阳府，看看绣娘们赶制士兵冬衣的情况，也让司徒涵先带点衣物去给安云国那边的人。姑娘，东市新开了一家酒家，去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姑娘能否赏个脸一起去尝尝啊？姑娘，东市新开了一家酒家，去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姑娘能否赏个脸一起去尝尝啊？拦马车的人就是那什么周家的三公子，吏部尚书周侍郎的侄儿，他们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当街拦九王妃的马车，还要邀请九王妃一同用膳，真是不知死活。唉，这人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他还真敢来。星儿，打发了。是，主子。姑娘要是今日没空，那在下改日再约姑娘。姑娘，我叫周子怀，姑娘记住了。周子怀话还没有说完呢，南宫兴赶着马车就走了，而周子怀一直跟着他们马车到了欧阳府，这才折了回去。回到周家，娘亲，娘亲，我找到意中人了，她是一个特别漂亮会经商的姑娘。娘亲，子怀啊，那是哪家姑娘？年方几何？娘亲，那姑娘已经婚配了，是欧阳府的小姐。什么？已经婚配了？你不找个黄花大闺女，你找一个婚配的妇人，你是要气死娘亲吗？那什么欧阳府，省城就没有欧阳府的大户人家，那小荡妇就是一个小门小户出身的人，竟然敢勾引本夫人儿子，看本夫人不撕烂他的嘴！不行，本夫人要去一趟欧阳府，那小荡妇就应该进猪笼。婚配了不老老实实的相夫教子，竟然打起了周府的主意。咱们周府是那种小门小户的人能高攀得起的吗？周夫人怒气冲冲的要去找妃子笑算账，奈何经不住周老三一哭二闹三上吊，结果是爱之心切，带着礼物，带着媒婆，拿着周老三的生辰八字就去欧阳府提亲了，吹锣打鼓，由媒婆引路，高调的朝着欧阳府去了。周家三公子要订婚了，这是哪家的姑娘？欧阳家的。哪个欧阳家呀？没听说呀。圣城还有一个欧阳家吗？不知道啊，据说是刚刚在圣城落户的，估计就是赚了些银子才搬来的吧。暴发户啊，也对，只有暴发户才能买得起这么大房子。这家的姑娘福气不错，能嫁进圣城首富周家，那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哦对，这家的姑娘长什么样子，平日也没见过。不过想来以周公子的眼光，这姑娘必定美若天仙。欧阳府，丁姨娘不好了，不好了！
周府的人来提亲了，说是要娶大小姐进门。什么？上门来提亲？要娶大小姐过门？提亲？好大的胆子！明知道小丫头已经成亲了，居然还敢上门来提亲，真是不想活了。这吏部尚书周书郎家的侄儿，果然有胆识，后生可畏呀！哼，于雷，去给本王把吏部尚书周书郎请来欧阳府做客。是王爷。小王妃在九王爷生气的时候，也得避其锋芒，低声的哄着。这事儿要是真闹大了，小王妃恐怕也哄不好九王爷了，整个圣城怕是也要变天了。哎呀，那周家三公子怎么就是个不识趣的主呢？你们家小姐呢？去告诉你们家大小姐，就说周家的三少爷周子怀来提亲了。嘿嘿。对了，还是先让本少爷进去找他吧。哎呦，大妹子，赶紧把门打开，迎接周家人进去吧，大夫人都久等了。玉如意一对，黄金50两，白银100两。关门送客，咱们欧阳家不欢迎不速之客。哎呦，大妹子怎么说话的？周家可不是什么不速之客，周家是欧阳家的大恩人。你家大小姐也真是好福气，被周三公子看上了，就等着在福窝里享福吧。呸！走，赶紧走！我们家小姐已经婚配了，什么下聘礼提亲？你们周家怕是有病吧？赶紧走，再不走报官了。婚配了可以和离，本夫人儿子看上你家小姐，那是你家小姐有福气，让她赶紧和离了，别浪费时间。滚！赶紧滚！别污了我家小姐的眼睛，也不撒泡尿看看，就那样也配得上我家小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周家的书房里，爹，那和咱家作对抢粮食生意的人，不是别人，是当今九王妃。据说军营有大动作了，新皇要一统天下，成就霸业。叔父托人来，让人给父亲提个醒，让咱们周家明里暗里多帮忙。要是能被小王妃看上，把周家收入旗下，那咱们周家就飞黄腾达了。那是皇家的动作，新皇要囤粮食打仗，一统天下。帮，你这就去放心下去，甭管价格，把所有城池里能收购的粮食全部收购了。其他国家的也一样，做的隐蔽点儿，别泄露了机密。新皇能统一天下，咱们周家也算是功臣了。真是老周家祖坟冒青烟了呀！爹，您放心，这事儿孩儿早已经安排下去。叔伯让我们多在小王妃面前混个脸熟。这对父子在书房为老周家兴衰而努力，殊不知周老三不仅在小王妃的面前混了一个脸熟，还成功挑衅了九王爷的威严。老爷不好了，大夫人和周三公子去欧阳府提亲，被欧阳府的人当街打成重伤了。欧阳府？哪个欧阳府？是不是周家北边的欧阳府？二少爷，您怎么知道？爹，那是欧阳大将军府衙，小王妃的本家，他家只有小王妃一个女儿。什么？欧阳府？欧阳大将军？欧阳亭的府上？爹，你怎么样？哎，快去把那镊子找回来，快点儿！哎，不行，我得亲自去才行。老二，走，也带你去负荆请罪，希望能保命啊！周老三，就是一个孽子啊！你们欧阳家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家的待客之道？去，把你们家小姐请出来，我要当面和你们家小姐说话。你一个仆人还能做得了你家小姐的主？赶紧去！滚！再敢擅闯，要你狗命！哎呦喂，疼，真疼！小狐狸精，你给老娘出来！你个贱货，你个破货！要不是老娘儿子死活要娶你过门，你以为老娘看得上你？怎么的？勾引老娘儿子的时候你挺不要脸的，现在躲起来不露面了？南宫欣飞身到了周夫人的面前，二话不说，钳住她的脖子就是几个耳光。侮辱主子，杀无赦！姑娘，手下留人，手下留人啊！南宫欣冷漠地转头看着周子行，
随即卸掉周夫人的2只胳膊，把她丢了过去。带着他滚！姐，二哥，你们可要给弟弟做主。是欧阳家的小姐先勾引弟弟，让弟弟来欧阳府提亲的。可现在他没有给周家难看，没把周家给放在眼里。老爷，你来的正好，妾身和老爷的3儿子被人欺负了。这欧阳家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了。这家的小姐明明对老三有意思，现在老三上门来提亲下聘礼了，又反悔了，这是没有把咱们周家放在眼里啊。老爷，咱们周家这一次怎么都要修理修理这欧阳家，要不然整个圣城的人都会以为咱们老周家的人好欺负。至于那个小狐狸精，就算是老三跪着求妾身，不吃不喝以死相逼，妾身也不会让这么一个玩意儿嫁进咱们老周家。咱老周家丢不起这个人。走过去就给周夫人几耳光。老二，准备笔墨，老夫要休妻。这种恶毒的女人不配做咱们老周家的大夫人。周大夫人一听傻眼了。什么？那休妻？老爷子竟然要休妻？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老爷，妾身错了，妾身知道错了。老爷，您别休了妾身，给妾身一个赎罪的机会啊！老爷。周老爷都不为所动，大笔一挥，直接写了一封休书，丢在了周夫人的脸上。周树任，老娘机灵就嫁给你，整日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你现在神气了要休妻了。当年如果不是老娘的娘家扶持你从商，你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个1穷2白的臭小子，现在变成了圣城的首富。你不知感恩就算了，竟然在飞黄腾达以后忘恩负义的休妻。周树任，你就不是个东西，你不得好死！周树任带2子周子行来给九王爷、九王妃请安，周家罪无可赦，让九王爷、九王妃责罚。什么？九王爷、九王妃？拜见九王爷，九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废了。是王爷。疼！玉芳走过去，二话不说，直接卸掉了周子怀的2只手、2条腿。玉雷走过去，同样卸掉了周夫人的4肢，还有下巴。看上本王的九王妃了，让王妃和本王和离，周家人好大的胆子！什么？欧阳家那姑娘就是当今的九王妃？为这欧阳府不是什么暴发户买的房子，而是将军府吗？圣王朝的镇北大将军，名字叫欧阳霆，大将军就是九王妃的大哥。疯了！这周家人简直疯了吧！以为是圣城的首富周家，那就无法无天了呀！竟然敢打九王妃的主意啊！这周老三不知死活，50两黄金，100两白银的聘礼，这是聘礼吗？还让九王妃和九王爷和离，真是搞笑。九王爷可是圣王朝的摄政王，难道比不上一个周家老三吗？再怎么说，周家也是庶民，九王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被九王爷圣宠着，怎么可能看得上周老三这样的人？活该！这周老三真是活该的。我呸！就你也想娶本公子的小妹？你什么德行？本公子今天废了你！泼妇！你骂本公子小妹是狐狸精，是破鞋？你说他勾引你儿子是吗？就你儿子那德行，欧阳府的家奴都比他强，所以你哪来的自信？本公子的小妹会勾引他？不要脸！太不要脸了！这件事虽然一波三折，可最终的结果是周家被重用了。是微臣管教不严，还请九王爷降罪，微臣罪该万死。回到周家，岂有此理！孽子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让他当街调戏九王妃不说，还敢上门下聘提亲，真是不想活了。还有啊，你正房怎么回事？你查清楚背景前就贸然行事了，这一次
好在九王爷和九王妃格外开恩，咱们周家才躲过一劫。以后咱们老周家要夹着尾巴做人了。叔伯，那这购买粮食一事，周家该怎么做？做，不但要帮朝廷做事，还要完成的漂亮，这算是因祸得福了。咱们老周家一定要将功补过才是。最近国库的财政紧张，这囤粮食的银子就由咱们老周家出了，哪怕是倾家荡产卖地卖田，也要把小王妃所需要的粮食囤够了，知道吗？好。不行，没钱就赚。哪知道九王爷前脚一走，后脚妃子笑就上飞船去了三不管地带。当妃子笑拿着石头给交易场鉴定人员鉴定的时候，那人打在他身上的目光锐利到了极点。搞定，进来吧。小文，你去搜一搜，看看奇石还在他身上吗？按道理咱们跟了他一路，奇石还在他身上才对啊。好，想要从妃子笑的身上找到他下午拿来交易场问价格的石头。小五，找到了，找到奇石了。没想到这奇石真的还在这个姑娘身上。对，是他，走吧。那个，我们就这么拿走了吗？这样不好吧？你等等，我给这姑娘放点银票，算是买了这奇石。姑娘，你也别怪我们不请自拿，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和哥哥找了奇石已经有大半年了，却依旧没有什么音讯。奇石在交易场第一次出现，我们等不了了，奶奶的病情已经不能等了。姑娘，谢谢了。想走，怕是没那么容易，留下吧。妹妹，等会儿你找时间就逃跑啊，别管我。奶奶还等着你拿石头回去救命呢。哥，你走吧，我断后。如果我走不了，你好好照顾奶奶，奶奶需要你。既然如此，全部留下来吧，别走了。她不是应该昏迷着吗？那不是中了蒙汗药吗？这想用100两银子就把这石头买了，你们看我像冤大头吗？你们这是偷是盗，知道吗？我该怎么处罚你们呢？是卸了胳膊腿呢，还是直接一剑刺死呢？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小姐，放过我们兄妹吧，不敢了，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小姐，你就大发慈悲吧，我们兄妹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人，我们偷您的石头有不得已的苦衷。啊，有不得已的苦衷？说说看，什么理由能让你们罪不至死？小五害死了族长，罪无可赦，现在竟然敢带着外人来闯黑家寨。这几个姑娘长得挺标致的，可以在黑市卖一个好价格，杀小五为族长报仇。这几个姑娘留下。黑家寨位于三不管的地带，南宫星和小九就能把这几10个人全部解决了。走啊，不是说来不及了吗？好。小文、小五带着妃子笑来到了他们家。床榻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妇人。药酱，这老妇人根本不是生病，而是被人下了降头。对，我奶奶就是被人下了药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如果这药降还不解，奶奶就会没命。他们污蔑我哥，说他是害了族长的凶手，所以给奶奶下了药降。我们兄妹只有找到奇石，把族长救回来，他们才会解除奶奶身上的药降。奇石？查看了一番后，妃子笑拿了一枚解毒丹让老妇人服下，然后拿出金针开始给其治病。妃子笑拿了一把匕首就朝着老妇人的动脉割去，刹那间鲜血四溅，伴随着那些血被喷出来，还有那一只只的药酱蛊虫，蛊虫被妃子笑憋出来了。小九，是主子。奶奶你怎么样？少爷，小姐，你们快走，快点离开黑家寨，走得越远越好。你们不能待在这儿了，这里很危险，快走。不，奶奶，我们不能走，我们还要救族长伯伯，他还等着我们拿奇石去救他呢。孩子，要害你们的就是族长，
他根本没有被害，这是一出戏，只是让你们去找骑士而已。走，快走，他们快来了。既然回来了，也找到骑士了，你们也别出去了，留下来吧。族长不是受伤昏迷，需要用骑士救他吗？为什么他会突然醒来啊？老寇，护得住他们吗？老夫要用他们的心头血祭朱雀奇石，召唤神兽。老夫等这一天等了差不多上百年了吧？你以为他们能逃得掉吗？姑娘，把朱雀奇石留下。朱雀奇石？什么朱雀奇石？奶奶，你怎么样啊？走，你们快逃，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了。奶奶，你醒醒！奶奶，你不要丢下文文和哥哥！奶奶，文文害怕。奶奶，你醒醒啊！奶奶，你别死啊！奶奶！老妇人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该死的！我要和你们拼了！我要为奶奶报仇！看着你妹妹，我来。真是一群不自量力的人。行了，安息吧。见血封喉，一根金针就要了那几个强者的命。这位小姐这么强的吗？玄武，看着点南宫心和小九。妃子笑拿出了一枚还魂丹，喂进了老妇人的嘴里，用金针给她吊着那半口气，手上的灵力源源不断地输进了她慢慢冰冷的身体里。有救了，奶奶不会死了。不会死了，这位姑娘的医术很了得，一定可以起死回生的，对吗？轰隆轰隆，电闪雷鸣。哼，天道是什么东西？妃子笑不管不顾，继续用灵力催化着10级还魂丹。妃子笑一意孤行，非要救老妇人。小姐，小心！主子！砰的一声巨响，那道天雷刚好落到了南宫心的身上，瞬间把他的身体踢飞了过去。轰隆隆，无数的乌云往南宫心的头顶聚集，雷鸣电闪，好像聚集了无数天雷要劈下来一样。怎么回事？天道的惩罚不是只有一道天雷吗？怎么回事？不对劲，很不对劲。等等，这有点像是要进阶的天雷，难道是南宫心要进阶了？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不好，这进阶天阶强者的雷劫可是最厉害的，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废了，会走火入魔，必须得给南宫心护法才行。青龙，速战速决，一个不留。是，主人。青龙，上古神兽，4大神兽之一的青龙，怎么会？这个女人的契约兽，怎么可能是青龙啊？吓唬人的吧？上古神兽青龙，呸！竟然敢冒充青龙，老夫看你是不想活了！按老夫的妖兽4阶火麒麟，受死吧！一个冒充的魔兽也敢在火麒麟面前造次，简直是不自量力！去，把那些人都拿下，一个不留！火麒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身子在瑟瑟发抖。怕什么？别怂，那就是一个冒牌的神兽而已。快去，过来吧！火麒麟不管族长怎么招呼都没用，他起身朝着青龙走了过去。哪怕受到死亡契约的反噬，火麒麟也不敢违背青龙的意思。感受到火麒麟的痛苦，青龙伸手点了一下火麒麟的眉心，一股灵力汇进体内，火麒麟身体好受多了，接二连三的闪电朝着南宫心劈了过去。主子，我不行了，撑不住了。妃子笑没说话，直接拿出了一枚还魂丹和进阶丹，丢进了南宫心的嘴里。凝神，运气，离下一道天雷还有5个呼吸的时间，快速调整，撑不住也得撑住，我相信你。主子，我真的撑不住了，对不起，我可能陪不了你了。又一道更厉害的天雷劈了下来，
原本刚刚才重组的信息又被击碎了。扛，必须要扛住！你不是要报恩吗？我娘亲很有可能还活着，等着我们去解救她。你必须扛过去，她还等着呢。什么？欧阳菲菲还活着？闭眼，调整呼吸，还有半炷香，立即就完成了。我相信你可以的。南宫星快速地闭上了眼睛，不停地运转灵力，用尽全力控制着身体里的暴走的灵力。就这样，妃子笑一直给南宫星护法。可以了，终于可以了。剩下的雷劫，南宫星一个人就能渡过去了。妃子笑也放心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了，毕竟这进阶天阶修为的雷劫有9981道，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是他的契约兽，几级了？4级，刚刚开制，用来拉马车还行。一头火麒麟怎么拉马车呀？现在的马车都是2匹马驹，一头火麒麟能拉得动吗？还是不要了吧。上神，我还有2个兄弟，墨麒麟和5星麒麟，3只魔兽拉马车应该够了吧？还有一头6阶宗兽墨麒麟，9阶超神兽5行麒麟，3头拉马车够了吧？用宗兽和超神兽就够了啊，这4阶的就没用了。火麒麟快哭了，他为了保命把同宗的兄弟出卖了，哪知道还是被嫌弃了。留下吧，需要他带路。直接伸手解开了火麒麟和族长之间的契约，然后重新和火麒麟签订了契约。平等契约。晚上，一群人就在小文小武家住下来了。走，趁天黑，你们赶紧走。那姑娘会伤害你们的，会要了你们的命。她不是什么好人，就是冲着你们俩来的。奶奶，不是，姐姐不是坏人，她救了奶奶2次，也救了我们兄妹，她不是坏人。奶奶，你误会姐姐了，她是好人。你俩懂什么？赶紧走！你俩的心头血可以复活朱雀奇石，他就是来取你们的心头血的，快走！在老夫人的催促下，离开了黑家寨。小九去盯着那老妇人，有任何的不对劲通知我。是，王妃。那老妇人不是小文小武的奶奶吗？又没有灵力，能出什么幺蛾子？这是要离开，要离开也可以白天离开啊，为什么要等到半夜呢？再说了，小王妃又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这黑家寨可是他们的地盘，做什么事情小王妃也不会管他们呢。青龙，你去跟着小文小武。是，主子。他竟然让小文小武连夜离开了，为什么？怎么没有3人一起离开呢？怪事了。此刻的妃子笑一回想，突然心有余悸。那老妇人应该是吃了引灵丹。对，明明她是没有任何修为的普通人，可是当丹药喂下去的时候，明显感觉丹药溶解的速度很快，就好像是在用灵力催化一般。对，这老妇人是有修为的，她绝对不是普通人。直到半个时辰后，青龙传来了消息，把小文小武的对话一字不漏地传给了妃子笑。哥哥，我还是觉得大姐姐不是坏人，她不会伤害我们。大姐姐很善良，如果要取我们的心头血，复活朱雀奇石，在客栈的时候就取了，不用等到现在。奶奶误会大姐姐了。我也觉得大姐姐不是坏人，她还救了我们，族长他们才是坏人。哥，我们回黑家寨去吧，我们去告诉奶奶，大姐姐不是坏人。大姐姐那么好的人，怎么能冤枉她呢？如果大姐姐需要我们的心头血，我们可以给她呀。反正大姐姐的医术很好，我们也不会死。好，走吧，我们现在回去，天亮就可以到黑风寨了，还可以和大姐姐一起用早膳。好，按照原路折回，两人看到一路上的荧光粉在黑暗中异常的显眼。哥哥，这是……没事，不用怕，这是奶奶一直用的荧光粉，应该是怕我们走丢了。但是背着荧光粉不安全，外人也可以找到我们，把包袱丢了吧。好。小武把那包袱丢进了草丛里，拉着小文的手换了一个方向折回黑家寨。这玩意儿能复活？哼！天亮了，老夫人端着一锅香喷喷的粥敲开了妃子笑的房门。姑娘，
新鲜熬好的小玉粥，您尝尝。小文、小武这俩孩子估计是昨天被吓坏了，这会儿还在睡懒觉，老身去叫他们。粥里下了软磷散吧，想趁机拿走朱雀奇石。姑娘多虑啦，姑娘是老身的救命恩人，老身怎么可能恩将仇报呢？姑娘慢用吧，老身先下去忙了。不等妃子笑反应，那老妇人转身就离开了。老妇人从妃子笑房间里离开以后，提着灵力一个飞身朝着森林中而去。她不是逃跑，而是去找小文小武了。妃子笑吃过早膳，这才慢条斯理的上路，朝着森林中走去。大姐姐，大姐姐，我们在这里。大姐姐，你怎么来了？小文，你忘记奶奶告诉你的话了吗？这个女人是坏人，她不但想要伤害你们兄妹，早上还差点杀了奶奶。奶奶费了9牛2虎之力才逃出来，找到你们的。你怎么就不听奶奶话呢？坐下。奶奶，大姐姐真的是好人，她不会伤害我和哥哥的。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小文，奶奶会害你吗？你是相信奶奶，还是相信这个只见过几面的女人？可是奶奶，大姐姐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小文，别说话。哥哥和奶奶怎么这样呢？大姐姐明明救了他们，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不感恩就算了，还误会污蔑大姐姐。还是小武懂事。说吧，你要怎样才肯放过我们祖孙3人？他们兄妹还是孩子，你有什么冲我来？哼，做贼的喊捉贼，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让人佩服呀。你是戴着人皮面具，所以连脸都不要了吗？他们的奶奶是不是早就被你杀了？胡说八道，哪来的疯女人？别以为你救了我们的命就能随口污蔑人，你去死吧！你们中毒了，中了老身的五毒粉，一个也跑不掉。识相的，赶紧把朱雀奇石交出来，留一个全尸，要不然别怪老身不客气。奶奶，你也想要朱雀奇石，想要杀了我和哥哥，取心头血吗？奶奶，为什么？你可是我们的奶奶啊！呸！谁是你奶奶了？老娘还没那么老。看清楚，老娘是你奶奶吗？那老不死的5年前就死了，被我亲手杀死了。宝贝儿乖，别怕，奶奶马上就送你们上路。你们没有中毒，不可能，你们不可能没有中毒。这群人怎么可能没有中毒呢？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你们到底是谁？是谁？想知道我们主子是谁吗？也不妨告诉你，反正已经是将死之人了。我们主子是圣王朝的9王妃，百毒不侵，五毒粉对她有用吗？蠢货！9王妃，那个男人不可一世，让人闻风丧胆的男人，放在心间疼爱的人，谷主的情敌。没想到谷主的大业竟然也被妃子笑破坏了。又是这个女人，她真的是谷主的克星。星儿，南宫欣手上一用力，老夫人刚刚有自爆这个念头的时候就已经断气了。可就在老夫人断气的那一秒，远在百毒谷的长明灯灭了，那是代表着生命的长明灯。长明灯在，人在；长明灯灭，人亡。谷主，不好了，额济那边出事了，他死了。把长明灯拿过来。是，谷主。轰的一下，那原本熄灭的火焰竟然复燃了，只是这本命火源变成了黑色，看上去诡异到了极点。9王妃，9王妃，9王妃，司徒寒的王妃，又是他，怎么又是他？怎么就一直阴魂不散呢？杀！主人，我感受到宗兽的存在了，
莫麒麟应该就在这森林中。莫麒麟，6阶宗兽，好吧。青龙说用麒麟拉车，既然这样就凑一对吧。反正他们差银子也不是1天2天了，晚1-2天拿银子回去，应该没什么吧。大姐姐，这森林中没有魔兽，这里的魔兽都已经被黑家寨的人猎杀了，不可能有6阶宗兽。哥哥，你忘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黑家寨的禁地。族长一直不让黑家寨的人进入禁地，说是有危险。他说的危险，是不是就是因为宗兽就生活在禁地里？禁地？这片森林还有禁地？我们要去禁地，很危险。你们2个可以离开了，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吧。大姐姐，你不取我们的心头血，复活朱雀奇石吗？不用了，你们走吧。离开这个地方，好好生活，变强才不会挨打。妃子笑他们朝着森林禁地的方向走去。大姐姐，我和哥哥商量了一下，我们想要跟着你，可以吗？我们会努力修炼的，努力不让自己成为大姐姐的负担。奶奶死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大姐姐，你就收留我们兄妹吧。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被一双染了黑漆的眼睛看在眼底。一阵妖风刮起，他们又回到了原处，转悠转悠又回来了。不管是御剑飞行还是步行，都在原地转悠。怎么回事啊？是遇到鬼打墙了吗？怎么都走不出这个地界？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是，小王妃。你们下辈子都别想走出这阵法。妃子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老夫人，她不是被南宫欣杀死了吗？明明已经断气了，为什么她还活着，并且还能出来作妖啊？这又是奇门遁甲中的巫术吧？围困就能把我们都饿死？抱歉了，你的这个愿望下辈子也不能实现。妃子笑从空间里拿出了干粮和水，让小九分给他们。啊，这窝窝头真的太好吃了，吃得好饱啊！大姐姐，我还想要，可以吗？大姐姐，这个阵法我见过，这是乾坤八卦阵，阵眼应该在正中心，你要不要试试？我以前偷偷看奶奶布过这个阵法，大姐姐是不是怀疑小文？小孩子别乱想，赶紧填饱肚子，我研究一下这阵法。好的好的。得了妃子笑的回应，小文开心到了极点，拿着窝窝头回到了小五身边，并且分了一个窝窝头给小五。乾坤八卦阵，等等。妃子笑闪身进了空间，抱着那本奇门遁术的书就看了起来。乾坤八卦阵，找到了，有了。需要等到晚上，利用北斗七星破阵，中心点就是阵眼了。天色还没黑，额姬启动了八卦阵的杀机，顿时地动山摇。妃子笑，别挣扎了，这阵法你破不了。你以为司徒涵会来救你吗？不可能，此刻他正在百毒谷和谷主你侬我侬，哪里还会管你的死活？对了，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司徒涵早就和谷主在一起了，他们还有一个7岁的儿子。他认识司徒涵，司徒涵和他们谷主在一起了。哼，有了，破北斗七星乾坤八卦阵，不就是要寻找正中心的位置吗？额姬启动乾坤八卦阵的杀阵，不就是要以阵眼为中心吗？利用山脉和树木不停地旋转移动，把我们逼到中心点，然后围困而死。中心点，对，这就是八卦阵的中心点，是阵眼。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额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自己把阵眼暴露出来。妃子笑手里汇聚着一个灵力球，那灵力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不停地在他的手上猛转。他从天而降，推着灵力球朝着中心点击过去。破开！不是这样的！百毒谷，谷主你怎么样？谷主，去涵洞，快！百毒谷谷主被反噬重伤后闭关了。小王妃，是魔兽大军，大量的魔兽往这边跑过来了。
什么？魔兽大军？主人，快，咱们快去看看吧。应该是莫麒麟苏醒了。莫麒麟是这个断魂森林最厉害的神兽，他苏醒，百兽出逃。走，快走！小小人类，竟敢来打扰主上，受死吧！黑麒麟一个飞身，伸出手掌，满含着威压的一掌就朝着妃子笑拍了过去。你们退开！本宫今日要好好修理这不知死活的畜生！一人一兽缠斗了起来，他就不信了，他还制服不了这么一个畜生。渐的，黑麒麟身上多了很多的伤口，开始往外流血。打死莫麒麟那货！小小人类，不知死活，放了他，本座留你一个全尸。超神兽，狂妄！妃子笑直接把南宫欣、小九他们卷进了空间。这人类到底是谁？他一个小小人类，怎么会有空间？真是不可思议！行不通，主子的空间只能容纳进比主子弱的人和神兽。我能进来，那是因为我是主子的契约兽。主子没有契约五行麒麟，这方法行不通。妃子笑没理会青龙，一个闪身出了虚无空间，同五行麒麟缠斗了起来。不可能，本座怎么可能会输啊？本座可是9阶超神兽，怎么可能输给一个人类？不可能的！主人竟然真的收服了五行麒麟，这……你是怎么做到的？放开本座，等本座缓过来，一定会把你这个小小的人类碎尸万段！还敢威胁我？哼！输了还敢嘴硬？行，本宫现在就让你生不如死！妃子笑弹了一颗最新研发的毒药进了五行麒麟的嘴里，可以让人生不如死，全身如同蚂蚁在爬，皮肤也会一点一点的开始溃烂流脓。做完了这事，他才把虚无空间里的人放出来。天哪！5阶麒麟可是9阶超神兽，这主人太厉害了，竟然连五行麒麟也不是他的对手。要是他继续和主人缠斗，现在倒在地上喘粗气的就是他了。他不停地在地上翻滚，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声，那声音含着超神兽的威压，却痛苦无比。那种痛苦他忍受不了了，意志力也变得越来越薄弱。主人，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主人，我愿意和你签订契约协议。本宫不需要，本宫缺契约兽吗？本座可是超神兽，你有这么厉害的魔兽吗？青龙。是，主子。青龙幻化出真身，乖乖地盘旋在妃子笑的旁边。没有比你厉害的魔兽，本宫的魔兽有上古4大魔兽之一的青龙，你有青龙厉害？什么？尊兽？真的是尊兽本兽啊！尊兽竟然是这个小小人类的契约兽，上古尊兽可是奈飞的契约兽啊！难道这个人类是奈飞的转世？不对，一定是这样，要不然尊兽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小的人类契约啊？五行麒麟开始讨好了，开始求饶了，那态度很低，求爹爹告奶奶的都可以。五行麒麟忍着剧烈的疼痛，各种求饶撒娇卖萌。刚刚的高阁壁碎了一地。契约了你也行，但是你得听话，要不然本宫有的是法子收拾你。好，主人，我一定乖乖的好好表现。主人么么哒，我爱你。主人，坐这里，这里干净。主人，要捶背吗？主人，饿了吗？我去打猎。那小两只赶紧乖乖的跟着大哥走了。去，你俩打猎去，本座在这里等你们，速度快点啊，别让主人等久了。小两只点了点头，屁颠屁颠的打猎去了。半炷香以后，火麒麟回来了，他狩猎到了好几只低等级的魔兽，兔子、老鼠、魔鱼。没一会儿，莫麒麟也回来了，他身后跟着几只畏畏缩缩的4阶魔兽，而这几只4阶魔兽就是他的帮手，每一只都必须给他狩猎食物。主人，我回来了，我打了很多好东西，保管让主子吃饱。所以这是买一赠多。
不用契约，有5星麒麟就能号令百兽。虚无空间太小了，多了占地方。占地方？虚无空间太小了？怎么可能？你们挑一只魔兽吧，帮你们契约。什么？就你了，过来。你愿意成为他的契约兽吗？愿意呢，还是愿意呢？妃子笑二话不说，就帮小九和6阶魔狼建立了主仆契约。契约刚刚建成，天空就开始乌云密布，聚集在小九的头顶。这是契约了6阶魔兽遇到了契机，小九要立雷劫升阶了。南宫欣笑嘻嘻地走过去，选了一只6阶9尾银狐，魅惑的狐狸精他喜欢。小九找了一个离这个地方3里地的空地坐了下来，准备立劫升阶了。南宫欣带着他的契约兽一人一兽去护法了。你们也来选一只吧，选4阶魔兽差不多了，等级高了你们控不住。大姐姐，我们也可以有契约兽吗？可以吗？小文小武选了2只4阶魔兽，这一场选兽大典就结束了。风雨雷电他们不是也没有契约兽吗？还有黄老头、玄宗师、司徒云，他们也没有。要不一人送一只吧？妃子笑刚刚有这个想法，就让青龙幻化成飞船去接人。除了新皇司徒云走不开以外，竟然全部都来了。娘鸡宝宝，娘鸡，洋洋想你了。都别动，还敢再动，打死他！御风叔叔，这风魔狼适合你，速度快，日行千里，火性。御雷叔叔，是天虎不错。御电叔叔，幻石龙很行，配你刚刚好。因为玉宇跟着司徒涵在安云国，所以没有来。小宝宝也给他挑了一只魔兽带回去，回头契约了就可以了。选好了魔兽以后，其余的魔兽小宝宝就让他退下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没事儿不要出现瞎蹦的。难道小宝宝会御兽，有御百兽的能力？早知道这样，我早点去讨好小主子了，指不定早就有契约兽了。我都存了好几年的月俸了，想要去黑市买一只契约兽，瞬间感觉自己暴富了呀，省下了好多银子。妃子笑等小宝宝把事情都安排妥当了，让那些魔兽离开了，赶紧把小宝宝叫到了身边，二话不说就开始给小宝宝把脉，里里外外的检查了一遍，没有任何的异样，这才放心下来。他是天生子，可以御百兽，不奇怪，只是这能力最近才觉醒，